那一天，神明再次降临南星。而这里再也没有荒古神之的守护。可悲的龙竟然妄图凡人之躯，挑战神明。凡人，你们唯一存在的意义就是虔诚跪拜，奉上信仰。跪下吧，跪下吧，跪下吧！不由我们，献上的信仰以及获得不尽神。我信仰，但是我只信仰我的祖国。我脚下无数先辈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长城，信仰他们誓死捍卫的尊严。哪怕我还有一口气在，也绝不允许你们玷污这片土地。我大夏守护神修罗神林凡以血立誓，但有一丝神念相存，也要将你们这群神明诛杀殆尽。林凡猛然站起，发现自己竟然在教室中，周围的同学和老师都在用一种看白痴的眼神看着他。林凡，你干什么？林凡顿时愣神，眼神错愕地看向四周，下意识伸手抓向腰间，可惜空空如也，只有一包辣条。我刀呢？自己那饮下无数神明鲜血的修罗刀怎么没有了？这天不是红色的，天空也没有通往神界的裂缝，这里也不是时间循环的世界。课堂上，林凡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笑脸，愣住。墙壁上的电子时钟上，数字在跳动。2025年11月11日下午4点52分。自己高二的那年，我回来了。不对，不对，我被时间之神偷袭了。这是时间之神的把戏。不对，这是真的。我体内的神格、神殿全部消失了。感受着虚弱无力的身体，林凡最终大笑出声。他无比确定，这不是时间之神的把戏，自己真的回来了，回到了神明降临之日的3个月前。林凡，你在表演吗？正好，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：今年海平面上升，气温变暖的原因是什么？林凡呼出口气，因为神明正在降临，这个世界吸引了一批神明。此话一出，教室再次哄堂大笑。林凡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你刚才做了什么梦？清醒一下，现在可是在上课啊！你老五，能再见到你真好。说完，林凡转身就走出了教室，任凭老师在后面呼喊。站在学校门口，看着这熟悉的景象，林凡缓缓蹲下身子，抓紧一把泥土，埋下头，深呼口气。这一次一定要拯救大夏，神明也好，恶魔也罢，就算是宙斯那老小子也休想进大夏半步。少年站起身，攥紧拳头，看向天空，高高在上，重活一世。就算是神明，我也杀给你看。你们够胆就来，在这里等你们。少年的目光宛若洞穿了时空，穿透了空间，看向一些不可描述的存在。但随即，林凡低下了头。如果没记错，3个月后就是神明降临之日。从那天起，人类进入了新的纪元，也是最后一个纪元。3个月，时间太紧张了。如果我没记错，第一个降临的是波塞冬手下的2位3阶海洋之神。那2位3阶的海洋之神只是低等神级，但即便如此，战斗依旧持续了2个多月，造成了巨大的伤亡。从那之后，神界的神明得知的蓝星位面的位面坐标60亿潜在信徒，这足以让数十个半神一路成就高等神奇，甚至对高等神奇也有莫大的吸引力。神明降临已然不可避免，灾难也将马上降临。可现在我还是太弱，我一个人还不足以改变一切，必须将这件事快点告诉高层。林凡深呼一口冬天冰冷的空气，丝毫不顾及后面追来的老师，自顾自跑回了家。林父林母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有些疑惑地看着电视上的新闻播报。据本台记者报道，萨城寺庙内佛像大批碎裂，经过专家判断是年久失修，目前已组织修复人员进行考察。据本台记者报道，峨眉山有诵经声深夜传出，3日不绝。经过专家考察，是山风以特定角度吹过山林导致的奇怪风声，目前官方媒体已在网络辟谣。据本台记者报道，他爸，这些新闻怎么都这么奇怪？因为外来神明要来了，这些曾守护我们的东方神明在向我们示警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学校锅炉房炸了，今天放假。林凡眼眶微红地看着爸妈，想起那海怪来临时，父母拼死挡在自己身前的一幕。那今天好好休息一天。眼瞅着快高3了，得好好学习了。以你目前的成绩来看，重点问题不大，不过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我准备给你报个强化班。对了，家里中午炖排骨给你补补。林父说到一半，忽然感觉不对，转头看去，林凡已经快步走回了卧室。这孩子，好了，难得回来休息一天，你就别絮叨他了。我现在去市场买点排骨。对了，你别忘了去跟老张借5000块钱，现在辅导班可不便宜。家很小，也很穷，但却很温馨。林凡坐在自己的床边，平复了一下心情。爸妈，对不起，上学现在不是我该考虑的了。
后半生，我要遵循自己的意愿，请允许我自私一次。这一次，爸妈，我要你们好好活着，我要所有人都好好活着。说着，林凡摸出枕头下面的手机，拨通了一个电话。而另一边，一个古色古香的办公室中，一位身穿没有任何军事标志，也没有佩戴任何奖章的军装的老头儿，正戴着老花镜批改文件。滴铃铃，老头儿怀中的手机响了。金老，人都到齐了，会议马上开始。您先不急，我先接个电话。这是他的私人电话，知道这个号码的只有他相如一生的老婆子和2个孩子。奇怪，喂，老金，你果然还活着。你是？不要推销，谢谢。老金，你先别挂，你名下第2座战旅，旅长刘梦发，该旅的火力配置为第3座战旅的火力配置为。此话一出，金老整个人瞬间愣了，眼神瞬间冰冷。这些都是军事机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是哪家的间谍？说着，金老就要吩咐秘书锁定这个电话，查出信号源所在的位置。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我们以后会认识。如果非要知道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是未来的神明，大夏第1位守护神，修罗神林凡。现在，你可以把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当成神的预言。泸州。一场军区内部的会议正在进行，莫名的，他想起刚才那个没头没脑的电话，还有那个自称神明的小家伙。金老，难得金老走神，这是遇见了什么有意思的事？呵呵，没事。会议开始前，一个小家伙莫名其妙的给我打电话，说他是未来的神明，还预言1小时后归田国将会发生7级地震。这神明，哈哈，小说看多了吧？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呵，神明。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我一梭子。而就在此时，一个正拿起手机看时间的中年脸色忽然一变，眼神充满了不敢置信。金老，您最好看看这个。金老疑惑地接过手机，下一刻，金老瞳孔骤收，手机屏幕显示，龟田国于下午5点32分发生7级地震，造成15人死亡，23人重伤。这金将，爸，我这就去查。是不是有机构提前预测了这次地震？不用查，因为那小家伙的预言中有15人死亡，23人重伤。鸦雀无声，整个办公室内一片寂静。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有神明吗？别问我现在也搞不清了。红1级作战指令，把那个小家伙给我带过来，我要当面跟他交流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这就去查。不要查，如果那小子说的是真的，他可能早就知道我们会找他。他既然主动给我打电话，就已经表明了善意。这样，我亲自打电话询问他在哪。还有，记住，我们是请他红注意自己的态度。金老，这不用劝我。那小家伙说的如果是真的，那他要告诉我们的很可能会超乎我们所有人的想象。除了刚才的预言，那小家伙还说了一句话：3月期满，神明降临。神明2字一出，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。5分钟之前，金老说出这2个字，在座的只感觉是金老开玩笑。可现在，金老叹息一声，拨通了手机。与此同时，在一间教室里，林凡家长，我不得不说你几句了。林凡今天的表现都是因为你们管教不力，眼看还有1年就要高考了，这是孩子的人生大事，你们这些当家长的也不要总是只关心自己的事，孩子才是最重要的。林凡同学今天下午擅自离校。对，您说的是，快点给老师道歉。老师，对不？林凡同学，你还敢带手机上学？老师，我先接个电话，这个电话很重要。很重要。林凡，你搞清楚，现在距离高考只剩下1年，你觉得高考重要还是一通破电话重要？我以后的人生可能没有高考了。你好，对，金老总管，是我在学校呢。高2、3班，您是派人从军区直接过来吗？挂掉电话，班级里响起哄堂大笑。什么？金老总管，军区？哈哈，林凡怕是傻了吧？真以为自己是什么角色吗？林凡，好，看来你还是个人物呢。你就跟你母亲站在这里，我倒要看看谁来找你。烦死了！小凡，你最近是不是学习压力太大了？这学咱们暂时先不上了，妈带你去看医生吧。林凡眼神温暖地看着自己的母亲，这就是自己妈妈。他心中儿子永远是第一位，哪怕毁天灭地的灾难降临，他也会挡在儿子身前。林凡眼角有些湿润，长舒一口气说道：“妈，你放心，你的儿子没事，只是这个世界会有变化。”林木看着儿子坚定的眼神，再没有说些什么，只是坚定地站在儿子身边。另一边，泸州军区10辆军用特种车轰鸣地出
冲出大门。目标人物已经确定，林凡现在冀州一高2、3班，这个人物格外重要，我要最快时间找到他，申请地方部门进行交通管制，所有行动人员荷枪实弹，以防意外状况出现。整个冀州市，这一刻交通信号灯全部红色，天空中甚至有直升机的轰鸣声。这一切全部为林凡一人服务。只是5分钟，10辆军用特种车刹车踩死，整齐停在校门口，车门同时推开，一队全副武装的行动人员整齐划一的下车列队行动。整齐而沉闷的脚步声在走廊中响起，那是军用皮靴踩踏地面的声音，连楼层都在震动。教室里的哄堂笑声忽然停止，教室门被打开，红带着行动人员走入。军区总管办公室警卫排办室，闲杂人员闪开。你是林凡同学，金老命令，请您跟我们回去一趟。金老有些事想当面与您交流。走吧。林凡转身看向林木，小凡，你做了什么坏事啊？妈，你放心，我是要去做好事，拯救一下世界。林凡转身朝着中年老师鞠了一躬。老师，其实我很愿意学习，但现在我有些事必须要去做，我不能高考了，但我会努力让你们所有人还能够高考。今天起，我请假。林凡没有再说下去，给红一个眼神，转身就走。从此之后，普通的高中生活再也回不来了，取而代之是与神明不死不休的厮杀。就这么走了？我没看错吧？那么大阵仗，林凡不会是个通缉犯吧？开什么玩笑！你见过什么级别的通缉犯有这待遇？那可是军区总管办公室警卫排。刚才那个女军官说的是请，对吧？是请林凡去一趟。同学们面面相觑。好了，你现在可以说了。但面对这位地位与身份都高不可攀的老人，林凡却摇了摇头。你不够格。我不够格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，甚至我比你自己都更了解你是谁。我说过，我是未来的神明，准确地说，我从15年之后重生而来。上一世，你死在我前面。金明生，你是第一个察觉到这个世界正在变化的人。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科学家检测到了环境的变化，但都将气候异常和海平面上升用科学的方法解释。而你对于气候的突然变化，没有跟别人一样忽略。第一个提出是某种存在的降临而导致气候快速改变。您猜测的很对，我们将会与从未见过的存在展开一场战争。那些存在是神明，而你是第一个死在海洋之神入侵的5星金将。星纪元的世界联盟将您称为末世敲钟人，这也是为何我会先来找你的原因。林凡娓娓道来，丝毫不掩饰话语中对这位老人的敬重，因为在前一世，这位老人是整个大夏都记在心中的名字，末世敲钟人金敏生。他的名言更是鼓舞着新纪元的人类，以枪炮迎接神明。他甚至培养出了人类阵营的唯一一位军神司徒红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此时听着林凡那匪夷所思的话语，金老非但没有不信，反而更加信了几分。我可以证明这是真的，但对您证明真的有用吗？我知道以您的地位在鲁州说一不二，但如果对手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的神明，仅仅依靠鲁州的力量，人类能存活下来吗？或者难道您只希望鲁州的百姓活下来吗？你要怎么做？我要建国祚，3个月后神明降临，只有整个大夏全力以赴，人类才有一丝希望，也只有向国祚证明这一切才真的有用。相信我，我见过更惨的一幕，我见过千万百姓流离失所，见过血色染红大夏山河，那一切我不愿意再见到第2遍。你说你是未来的神明，那你到底是谁？我林凡，未来大夏5位守护神之首，亚盟最高指挥官，大夏联军统帅，6星圣将，国祚亲封大夏战神，人族是神者，修罗神。头衔还挺多，难怪你这小家伙看到我这个大总管都不打怵。呵呵，6星圣将，大夏战神，我以后是不是得给你这个毛头小子敬礼？这倒不用，我成名的时候您已经死了，在您生前我是您最后的警卫。金老一时语塞，揉了揉脸。臭小子，就不能说点吉利的？哼，不过我可能真是疯了，竟然愿意信你，并且还想跟你赌这一把。您没疯，是这个世界疯了。不过一个预言可以说服我，但想建国祚没那么简单，你要拿出神明真实存在的证据，不然这是在打我的脸。所以我要求明早6点再去见首座。现在我请求您去做另外几件事。凌晨4点半，一架军用机从鲁州军区起飞，12架战斗机护航，目标荆州。凌晨5点半，战斗机群降落在荆州军用机场，刚一落地，林凡就坐上国际3V，直接奔赴中书院而去。
小哥，你是做什么的？不该问的别问，保密条款都忘了吗？司机脸色顿时一肃，他原本以为这少年只是开玩笑，可金老这如临大敌的模样，难道真的有神明？怎么样，怕吗？我是军人，也是人，怕是肯定怕的。说着，特勤小哥突然眼神炙热，还爆发出一股凶狠和豪迈。不过我的身后就是祖国，就是人民。穿上军装那天起，我就不再是个普通人。犯我大夏者，虽远必诛，哪怕是神。金老和林凡闻言都露出一抹笑容，但心中也有一丝愧疚，就是他们这样一群人的牺牲，以凡人之躯抗衡神明。也正是因为他们，大夏才能抗衡神明那么久。天南海中书院办公厅，经过层层检查，林凡终于见到了那位当今大夏国祖。前世无数国家山河破碎，无数国外百姓朝着神明跪下，唯独大夏在这位老人的领导下坚持到了最后，成为人类最后希望。他竟也在场。那位学者气息很重的老者就是陈岩，就是他引导了战斗机甲项目，甚至觉醒了智慧之神神智，最终推演出人族成神的修炼法则。来了。纵然他见过无数天纵之才，也完全没想到让金老深夜急电的人，竟然是眼前这个10几岁的少年。济州一高，高2、3班林凡，见过国座。听金老说你点名要见我，有关乎国之存亡的紧急情况跟我汇报，是什么事？林凡呼出口气，不大的声音回荡在办公室内。3月之后，神明降临，山河破碎，国将不国。办公室陷入短暂的沉默。突然，大胆！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你知道眼前这位是谁吗？你敢说国将不国这种话？神明？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你是专门来这里开玩笑的吗？呵呵，现在的年轻人。智囊团成员们冷眼看着这个胆大包天的少年，他们每一个都坚定的唯物主义者，怎么可能相信神明？老金，你过来一趟，就是为了开个玩笑吗？我也不想承认，但他说的很有可能是真的，我相信他。这将是一场战争。半生戎马的老人，在这一刻，语气不容置疑。一时间，所有智囊团成员都瞪大双眼。金老说的没错，这将是一场战争，一场超乎我们以往所有认知，并且在未来我们已经输掉的战争。各位，我是来自15年后的重生者，未来的大夏守护神之一。这场战争对你们来说是虚无缥缈的未来，对我来说却是亲身经历的历史。15年的血色，我见证了人类的消亡。这一次，我们的对手是神明，各种各样的神明。3个月后，神明降临。如果不提前做准备，我经历的一切将会再次重演，生灵涂炭。国座，各位，我知道这一切听起来不可思议，但请相信我。15年，如果事情真如你所说，那么想必你也能拿出相应的证据吧。真正的科研工作者从不忌讳任何大胆的猜测，不避讳最坏的可能。也正是因为这种人的存在，大夏才能在接下来成为人类最后的希望。陈岩，当之无愧的一国之士。林凡昨晚提供了一个坐标，位于鲁东深海海沟之中，无人潜艇在那里拍摄到了这个奇怪的视频。不多时，投影屏幕上出现了画面。那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下一刻，随着无人潜艇的靠近，办公室里一片寂静，只剩下颤抖的呼吸声。画面上，一个巨大的头骨出现，那是何等巨大的头骨，哪怕10米的探照范围都无法将其完全探照。最顶尖的广角摄像头竟然只能拍出半个脑袋。莹莹白骨在海底下一动不动地沉睡着，视频依旧在继续。无人潜艇一点点探索着脖子、身体、双臂、双腿，赫然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站立姿态的人形骸骨。面对巨型头骨空洞的双眼，所有人都感受到一种发自灵魂的震撼与战栗，这是来自生命层次的俯视。这是人的身体，但人类怎么可能？目测身高200米。他们不是人类，而是超过人类的存在。如果你们愿意，可以叫他们神明。这将是我们未来的对手。他们？你是说？没错，这些家伙不止一个。最关键的是，3个月之后，他们将降临此。一时间，场面寂静。3个月，你必须拿出实打实的证据，这是对大夏负责，也是对大夏的子民负责。因为一旦这件事确定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你既然要证据，陈岩，半小时前，我派人加急给你名下的大夏研究所送去了一块未知碎片，现在分析结果出来了吗？你是说那碎片？没错，
是在这具骸骨周围的海底找到的，你可以理解成神明的骨骼。如果那些生命真的算是神明的话，我这就打电话。陈岩刚掏出手机，办公室门已经被敲响。大夏多位研究分析总管穿着白大褂，神色紧张地走入。陈老，您让我测试的这个东西真的存在吗？怎么了？经过多部门测试，这东西的硬度超过了目前科技所能达到的极限，根本就不是人造的。而且其内一些元素连元素周期表里都没有。最诡异的是，经过结构分析，我们初步将其判定为生物骨骼。化学分析部门经过碳同位素测试，发现这种生物距今已有5000年。5000年，早期人类处于上古时期的时候，就连大夏文明才刚刚诞生。现在的发现足以颠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。如果这种生物存在，我们怎么应对？如果这种生物还存在，那仅仅凭借这一身骨骼，他们就不会惧怕任何火力打击，除非核武。听到这句话，哪怕是金老都忍不住低呼一声。现在我已经证明了神明的存在，接下来各位，我会让你们知道世界的真相。欢迎来到神明眼中的世界。不对，那具骸骨既然存在，那说明他们早就来到了地球，而且……没错，但那时候我们有东方武神庇护，那具骸骨的主人是8阶力量之神，他就是被夸父大神硬生生锤死，扔在海中。夸父，你是说那些神话？那些远古神明都存在过，可惜经过战斗之后，他们已经死去。就算还有没死的，现在也陷入沉睡。当初他们保护了我们，因此陷入沉睡。现在我们必须做好准备，来保护他们，保护自己。历史绝不能重演。所以我们现在指望不上外来的帮助了。但话虽如此，众人脸上却仿佛多了一丝底气。神明固然强悍，但大夏也有一群神明在默默庇护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用自己的力量反击神明，真是荣幸。我这老家伙竟然有一天会成为神明的对手。等等，那些神明真的是带着敌意的吗？我们理解的神明应该是……呵呵，他们只是生物而已，是智慧生命就会有贪嗔痴。为恶怕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他们的力量比我们强大了很多。当个体拥有了超越限制的力量，会发生什么？各位应该能够想象。众人不语，人类的1000年历史足够让他们理解其中的恐怖。林凡看向国祖，他在等待老人的决定。尊严、自由意志，脚下祖先留下的土地重要，还是跪着活下去重要？我大夏岂能背弃祖先？我大夏不义，尤其近代，可谓是一寸山河一寸血。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如今光景，怎能舍弃？国佐从头到尾话不多，语气也略显平淡，但字字千钧。林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3个月后，2位海洋之神降临地底，一位在自由国，一位就降临在大夏鲁东。届时红海中浮尸千万，而这只是一位3阶的低等神奇。另一边，自由国甚至没有去做人员撤离，直接动用核武覆盖西海岸，损失比大夏更为惨重。从此，人类走向灭亡的倒计时，15年的倒计时。林凡3言2语，却让他们头皮发麻。末日，真正的末日。100米浪潮，2000公里海岸线，那就是神明的力量吗？这种力量，我们该怎么阻挡？金老沉默不语，他忽然明白，为什么未来自己会提出一个疯狂的核武锁链的构想。林凡面对神明，你要怎么做？我一在鲁东沿线初步建立钢铁长城，这得是2000公里。没错，2000公里，高100米，这只是第一步。因为这2位3阶海洋之神之后是3位海洋之神，甚至有一位是6阶的中等神奇。半年之内，我要让整个大夏无惧海洋。胡闹！你知道这需要耗费多少钢铁资源？但国佐摆了摆手，打断了他的话。无法避免吗？无法避免。我们经过准备，有可能杀掉降临在大夏的海洋之神，但自由国我们很难直接干预。但凡逃掉影，空间坐标也会暴露。但就算把这2位海洋之神全部杀掉，海洋神殿还会派出其他的海洋之神。第3次，海洋主神波塞冬亲至，到那时我们将与整个海洋开战。国佐点点头，眼神变得更加坚定。那就战，与神明开战。林凡，从今天开始，整个大夏以举国之力配合你。
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。扩大征兵，要有5000万士兵，负责对付那些神明的信仰种，保护百姓，进行基建。也只有这样，才能在接下来的时间完成钢铁长城的建设。5000万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国破家亡，哪里还有什么安居乐业？我大夏上一辈难道就安居乐业了？钢铁资源问题，军队扩招问题，你们想办法解决，解决不了，换人解决。大夏国从现在开始进入1级战斗状态。各位记住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钢铁资源我来解决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林凡，你继续说。最后，我要开设一个部门，拥有只属于我的行动人员。你是说，我要组建一支特殊的行动队，代号是神军，独立于各大军区，用来对付那些信仰种族中强大的个体以及弑神。弑神，这就是弑神军的使命，为弑神而诞生的特殊部门。这2字一出，所有人都感觉头皮发麻。好，一切军方部门无条件配合你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带着大夏弑神。说完，国座老人转过头去，看向众人。现在立刻召集各国级长老和各大区总管，2小时之后，国公最高大会堂召开大夏长老大会，会议主题：大夏将与神明开战。国公最高大会堂，国座，您是在开玩笑吗？与神明开战？神明？咱们在座可都是无神论者。严肃的气氛被打破，众人脸上都带着一丝无语的笑容。我也希望我是在开玩笑，很不幸我们的对手就是神明，而我们将与神明开战。此话一出，会议里的所有人都微微一愣。真的是神明？各位，现在我们已经有充足的证据证明神明的存在，而且可以确定3月之后神明降临。报告，我有疑问，为什么我们要与神明开战？中年人的话语说出了在场无数人的心声。很简单，因为我们在他们的眼中是食粮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沉默下去。在这里，我代表大夏单方面宣布与神明开战，你们有什么意见？我川部军区全部配合与神明开战。我赣部军区全力配合。我南部军区全力配合。我商务部全力配合，全力保证国民生活必需品供应。众人纷纷攥紧拳头，站起身与神明开战。看着眼前这出乎意料顺利的会议，国座老人的双眼微微湿润，上下一心，这就是大夏。好，在这里我宣布，大夏从现在开始征兵5000万。5000万这3个字一出，所有人微微一愣，这数字实在太过夸张，但他们眼中没有畏惧，没有迟疑。既然国家需要，人民需要，再大的问题都必须解决。好了，这些问题你们自己回去讨论。接下来，大夏将会成立大夏最高指挥中心，后续行动听从总指挥的方案来进行。此话一出，在场的所有大佬都愣了。总指挥？谁啊？而就在此时，高台上，一个少年快步走到国座身旁，朝着众人一个敬礼。最高指挥中心总指挥林凡，见过各位。1小时后，大夏国所有电视台、所有社交媒体、所有门户网站全部插播紧急新闻。紧急播报：经最高长老大会讨论，中书院决定，我国现征兵5000万。我国在此宣布成立最高指挥中心，统帅3军，负责华夏内外事务。总指挥长林凡，副总指挥金明生、陈岩。第2条播报，甚至还附带了林凡等重要人物的照片。一时间，网络上也好，现实里也罢，所有人都在议论纷纷，举国轰动。微博上，大夏征兵5000万，直接冲上热搜第1。若有战，召必回。广川3师031团退役士兵，随时等待祖国召唤。黑州第1作战力321师退役士兵，随时等待祖国召唤。南洋破浪特种大队退役队员，随时等待祖国召唤。兄弟们，报名点开了没？我要去。而除此之外，最高指挥中心林凡则冲上了热搜第2。客厅内，电视屏幕上的画面让林母愣住了。老林，别切菜了，赶紧过来，咱孩子上电视了。啥上电视了？还能被通缉了？不，咱孩子好像成了什么大夏最高指挥长，你快过来，电视上播着呢。与此同时，国际上也因大夏的2条播报掀起了惊涛骇浪。自由国白色宫殿内，浦川抓着话筒，满脸不敢置信的原地跺脚。大夏疯了吗？征兵5000万，难道他们要发起战争？哦，亲爱的普，不要紧张，相信我，他们的军事远远落后于我们。
没错，他们只是一群东亚病夫而已。5000万啊，又有什么用？我印地白象国才是世界第1大国，大夏不过是在吹牛。古川大哥，你别怕，这只是那些狡猾大夏人想要误导我们的做事。此时的林凡还不知道自己已成漩涡中心，他正在办公室与各大军区总管讨论征兵事宜。办公室内，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，林凡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接起电话。喂，妈。小凡，我怎么看你上电视了？你怎么就成了总指挥长？妈，你儿子已经长大了，接下来我会保护你和爸爸，而且我会保护所有人。妈，你信我。征兵进行得如火如荼，而林凡坐在最高指挥中心的会议室中，正在准备着另外一支特殊的军队。那10几个男女老少，气质各有不同。这些人每个人身后都有一个真正的鼓舞世家，这可不是什么闪电5连鞭之类的，而是真正的为战而生的鼓舞。坐在前方的壮汉，一脸粗犷，双拳骨节粗大，一身肌肉发达魁梧，一看就是一个练家子。形意门王虎。身穿一身如山的27、28岁的男人，长相温润，嘴角带着一丝浅浅的笑意，浑身上下有一股书生气。儒门大儒，莫不知。在他身后，一个身穿道袍的老头儿捧着拂尘，闭目而坐，周身的气息隐隐扭曲。道门掌教，道万千。中年和尚不喜不悲，坐在一旁，手持念珠低声诵经，念珠上隐约有金光闪烁。世门灵佛，悲悯上师。但更吸引林凡目光的是坐在角落的两人，一个周身有一只木头做的小鸟环绕飞行，那小鸟灵动至极，时而落在肩头，时而发出清脆啼鸣，栩栩如生。墨门公叔明，公叔班的后人，也就是鲁班一脉单传的后人。另一个则是一身贴身夜行衣的少女，秀气的脸蛋被一块黑布遮住，显得格外神秘。但从婀娜的身姿以及灵动的双眼可以看出，这是一个美人。少女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，双手环抱着一把细长的唐刀，漆黑的马尾辫微微摇晃，这打扮有些像龟田国的忍者，但事实上，她的宗门本就是那些忍者的祖宗本。莫隐星落门，星夜。各位，想必我的身份以及为何叫你们来，国座已经告知各位了。接下来，神明即将降临，我们不只需要铸造钢铁长城和大量征兵来护卫国土，我们更需要一把尖刀来狠狠地刺穿那些神明的心脏。请各位助我一臂之力，加入弑神军，对抗神明，拯救大夏。林凡腾的一声站起身来，朝着面前的10几个人90度弯腰鞠躬。啊！一时间，反倒是林凡懵逼了。你们就这个反应？不然呢？至少给点反应啊！这些家伙的反应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林凡压抑着心中的火气，深呼口气。或许你们还不清楚，3月之后，神明降临。好了，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。国座带我们来的时候，给我们耳朵都快说出茧子来了。那你们既然知道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干劲吗？武功再高也怕菜刀，你个嘴上没毛的愣头青，懂个屁！小友莫要多想，只是王虎所说，正是我们所获。贫道虽知，弹道也是道，枪法也是法，但我们毕竟尘世修行，比不得行武，所以这个年代单论杀力，我们一众实在难堪大任呀。道长说的极是，所谓7步外枪快，7步内枪又准又快。我等一来无法术神通，二来无金刚不坏之体。若化外天魔降世，我愿为林施主战前摇旗呐喊。林施主战死后，我也只能为你念往生咒超脱。林凡也明白，这些家伙不是不想为大夏出力，而是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帮助大夏的能力。哈哈哈，有点意思。这笑声格外突兀，与气氛格格不入，就像是一把盐洒在众人正低沉失落的伤口上。怎么，你也嘲笑我们被时代抛弃了吗？呵呵，我不是笑你们被时代抛弃，而是笑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会变得多么强大，你们的武学有多么厉害。什么意思？林凡没有搭理王虎，一指点在面前那结实厚重的白木桌。咔！下一刻，王虎的声音戛然而止，瞪大双眼，猛然看着林凡，还有他身前的白木桌。那结实的白木桌面轰然倒塌，成为一地的碎末。这一刻，全场寂静，所有人都愣在那里，呆呆地看着这一地碎末。在座的都是习武之人，很难想象那个手指蕴含什么样的力量，能够让整张桌子瞬间粉碎。小友方才可是武学？敢问小友修炼多少岁月才达到如此地步？一时间，在场众人全都看向林凡。没修炼多久，大概修炼了2天2夜。什么？2天2夜？这怎么可能？一时间，所有人都满脸不信，实在是林凡所说太过不可思议。各位，我的确只修炼了2天2夜。看着林凡那澄澈真挚的双眼，道万千心头一沉，这少年似乎真的没说谎。一时间，在场众人震撼莫名，震撼之外，所有人眼中都有了光彩。就在此时，林凡忽然说道：“
不过我修炼的不是武学，而是一条半神之路。你是说成为半神的道路？这是未来大夏为了对付神明，由陈岩先生研发出的一套功法，能收拢空气中散落的神力入体，为自己所用。我可以将这套功法传给你们，你们也可以立刻开始修炼。相信我，以后的你们将会彻底发挥武学的力量，那些无惧枪炮的神明将会死在人类的武学之下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愣在原地。他要让这些家伙成为第一批弑神军，在接下来的海洋之神入侵之中，发挥出武学的力量。这一次，就让神明见识一下人类的武学，见识一下人类这渺小物种拥有的力量。林凡的话掷地有声，武学将会是人类对抗神明的利剑，而眼前这些人数十年的苦修，使得他们的经脉也早已打通，直接省去了弑神屠魔功最困难的一步。等等，神力？你刚才说吸收天地间的神力，也就是说……没错，之前蓝星并无神力，但现在的话，那2位海洋之神正在破解蓝星的位面壁垒，已经打开了一道裂缝。但也正因为他们打开的裂缝，使得神界的气息进入了我们的世界。这种神力是道教所说的日月精华，是儒家的浩然气，也是世门所说的慈悲佛气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么看来，那些祖辈们并没有在吹牛。御剑千里，飞雷引电，炼丹除妖，这些都曾是真的。而我们之所以无法做到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内力。原来如此，我佛早已告知于我，若不是施主指点，小僧依旧不见泰山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内心激动起来。他们曾以为武学已经没落，但现在看来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发挥出武学的真正威力。不知大家现在是不是愿意学习弑神屠魔功，入我是神君？此时众人正是心潮澎湃，听到林凡提问，当下纷纷点头。当然愿意。刚才是俺王虎不对，还请小哥不要介意。好，恭喜各位成为我是神君一员。入伍手续之后再说。现在，所有人盘膝闭目，听从我的教导，运转内息。直到此时，弑神军第一批成员终于入伍。弑神军，这便用来对抗神明的力量也初步成型。而就在林凡教导这些古武传人弑神屠魔功的时候，最高会议室中，所有人都坐在地上，盘膝闭目。林凡正双手按在星夜的后腰上，一边将自己的弑神之力缓缓传入对方体内，一边小心感受着对方气息的流动。凭住心神跟我的引导是神之力走风池、风符、御阵这些穴位运行5个大周天，随后修炼你的末影功法。你身体怎么一直在发抖？你不会有什么救急吧？有隐疾你就说出来，我帮你。我没隐疾，你按得有些太大力了。林凡微微一愣，脸色变得古怪起来。林凡弱弱收回了自己按在星夜那柔软弹嫩的后腰上的手。总指挥长，我可以先回去换条裤子吗？为什么换裤子？下雨了。这大晴天的，哪有什么雨啊？星夜红着脸，低着头站起身，快步走出门外。林凡挠着头，一脸懵逼。王虎没有清规戒律约束，早知人事，在角落里嘿嘿的笑个不停。到万千和悲悯上师相视一笑，林先生颇有吕祖当年风采。林施主悲悯众生，不着凡相，坐怀不乱，真君子也。林凡不是傻子，这个时候也回过了味儿，对着僧道如3人翻了个白眼，随后做了个让3人齐齐竖起拇指的动作。只见林凡将手放到鼻尖嗅了下，陶醉的说了声香。其他人对此倒是恍若未闻，实在是所有人都沉浸在修炼弑神屠魔功之中，这种感觉宛若久旱逢甘霖。这就是老祖宗说的内力吗？这种力量，我感觉自己一拳能打死1头牛。形意拳传人王虎此时战意滔天，他的身后时不时出现猛虎咆哮、白鹤展翅、螳螂捕食的群虎。这一刻，王虎才终于步入形意拳的大门。中年和尚悲悯上师，一边低声诵经，隐约有一个金钟虚影倒扣，宛若坚不可摧的护盾一般，将他护卫其中。更有一圈金色的佛光从他头顶散出，宛若佛陀降世。我佛慈悲，这一次且容贫僧普度神明。大师，那帮畜生你也要度呀？神明也是生命，贫僧法力浅薄，能做的只有送他们去西天极乐世界。悲悯上师嘴角不自觉泛起笑意，他似乎在预见了自己战死的那天，不过没有恐惧，只有安宁和欢喜。他低声说道：地狱不存，极乐焉在？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别什么死呀，地狱的，就算我死，也得多杀几个神再说。在他一旁，道门掌教道万千，身后有阴阳八卦盘虚影凝聚。这道万千才刚修炼弑神屠魔功，气息就莫名变得缥缈难测，就连我自己都难以完全洞察。
要知道，林凡借助前世的修炼经，2日便将式神屠魔功修炼到9品大圆满，距离最极限的半神层次只差半步。而另一边，那来自儒门的莫不知此时同样盘膝闭目，一股漆黑浓郁的梦子环绕着他，文气化墨。子曰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随着他低声默诵，在他身后，漆黑的默契不断扭动，化作一个个文字，宛若口衔天牢。竟然已经初步掌握了以浩然气勾动天地。当初这莫不知，一手10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，整个人宛若杀神，转瞬间步行千里。这一次，大夏走在了神明之前，历史终于从这一刻开始改变了。林凡心中激动万千，而就在此时，嘟嘟嘟，有人敲门。难道是星夜回来了？打开一看，却不是刚才回去换裤子的星夜。金老，兵源齐了，你猜现在报名的人多少？不等林凡开口，金老就激动地说道：“6000万，6000万啊！不愧是我大夏的好儿女，哈哈哈哈！”1周之内，6000万征兵，放眼全球，怕是也只有泱泱大夏能够做到了。目前看来是够了，但是长远着想，还要继续征召。为什么这么多还不够？神明的降临将会唤醒一些沉睡的东西，你很快就会知道。按照前世的记忆来算，现在应该已经有一个家伙快苏醒了，而且就在鲁东沿海。狮王江辰报告，总负责人，距离这里10公里的1125施工区域遇到了困难。什么困难？你们那里没有岩层，是地质松软的沙滩，难道都挖不开吗？不是挖不开，是施工区域挖出了一个漆黑的石碑，模样很奇怪。照片给您送来了，您看一下。还没等金老反应过来，林凡猛然上前，直接拿过了那张照片。看着那熟悉的石碑，林凡呼吸微微急促。写着狮字的石碑，被神明气息唤醒的第一个诡秘开始了，而且更加提前了，因为我们提前开始建设钢铁长城，所以提前挖开了这个诡秘沉睡的位置。没有任何犹豫，林凡猛地转身走出门外。这件事交给我。说完，林凡走到隔壁的房间，推门而入。里面，道门老爷子道万千、佛门悲悯上师、儒门莫不知等第一批弑神军成员正在盘膝修炼。所有人都先别修炼了，起来，列队。老大，你这是？是神军的第一次战斗，来了。弑神军的第一次战斗，这一刻，所有人都神色紧张起来，双眼透着一丝兴奋。弑神军成立的目的和其他的部队完全不一样，而弑神军的战斗，嘿嘿，终于可以试试手了。5分钟后，一辆军车疾驰向115区，一路轰鸣。接下来的生物可能会超乎你们的想象，在未来，我们叫他们这种生物为诡秘。他们不是神明，却同样拥有超乎寻常的力量，是一种独特的存在。他们也出现在很多传说之中。这么说吧，既然波塞冬、阿波罗这些传说中的神明真实存在，那么你们觉得同样出自传说之中的狼人、吸血鬼、僵尸、狐仙，有没有可能同样存在？此话一出，车厢里的第一批弑神军成员都倒吸一口凉气。你是说？没错，这些东西就是诡秘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虽然这次的目标并不强大，但在我的记忆中，它却曾经造成了数十万人的死亡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神色骇然。数十万人的死亡，这还不算强大。他本身的实力只是相当于半神而已，但是他的名字叫做将臣。将臣这2个字让所有人都神色茫然。狮王将臣，僵尸的遗号。没想到道门典籍上记载的妖魔居然真的存在。我似乎知道他是怎么造成数十万生命的损失了。附近就是工地，有成千上万的工人。将臣一旦苏醒，工人就会被腐化为尸潮。1125施工区域机械在工营，很难想象，只是短短1天时间，就已经挖出了30多米深的深坑。而此时，所有工人和来帮忙的年轻士兵们都停下了手，目光好奇地看着深坑中露出的漆黑石碑。怎么回事？这儿怎么会有一个石碑？奇怪啊，谁埋在这里的？那是狮字吗？这石碑有点邪性啊，一片漆黑，也不反光，这是什么材质？你们都别动啊，我过去看看。石碑触手冰凉，却有些黏糊糊的。但当那工人抬起手后，却蓦然发现自己的手掌已经是一片深红，宛若血液。他愕然看向那块石碑，直到此时，他终于看清，这根本就不是石碑，而是血。那块石碑赫然是粘稠干涸的血液，凝聚，仿佛感受到生人的气息。那石碑缓缓震动，那狮子蠕动起来。啊！都快跑，快跑！这不对劲！天空忽然黑暗，原本炙热的风忽然停止。那一刻，万籁俱寂。随即，原本是夏天的热风，在这一刻如39寒冰凛冽刺骨，大地在这一刻摇晃。那石碑中伸出一只巨大的青色手掌，抓住那男人的后背。同时，
那如刀刃般锋利的指甲直接洞穿了男人的皮肤，鲜血如注。一个青色魁梧身影从石碑中走出，身高足有5米，青色的面孔，獠牙看出，如地狱而来的恶鬼。呼！男人猛地深吸口气，那被他捏在手中的人类，仿佛瞬间被抽走了精气，整个人顿时脸色青白，竟然就再也无法动弹。感激你们唤醒我。青灰色的气息从他身上弥漫开来，席卷而起，尘土四起。而在他身后，那个被他吸取了精气的工人，也在深坑中缓缓站起。将你们的生命奉献于我，追随我，我将赐予你们如此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快跑啊！闹鬼了！人群叫喊着向外跑去，在他们身后，那青灰色的气息如同潮水，吞没着一个个身影。那些身影触碰到青灰死气的刹那，瞬间就被抽干精气，亡魂被降神吞入口中。另一边，司徒红带着300多士兵，直接冲到人群之前，趴下！人群中爆发出惊呼声：“是军方，军方来了！我们有救了！”那些逃过来的人群宛若抓住了最后的希望，直接趴下。下一刻，开火！但并没有枪声响起。为什么不开枪？司徒少将，他们。司徒红这时抬枪瞄准，透过瞄准镜看着远处。司徒红也突然瞪大了双眼，只见远处走来一排和他们身穿同样军装的人，只是脸色灰白，没了生气。可就算是这样，他们依旧本能的对抗将臣的控制，不去撕裂。那群士兵走在最前，队列整齐，用身体组成人墙，隔绝着后面的便衣人类。等他们行进到距离司徒红100米处，齐齐挺住站稳，唰，他们齐齐抬手，用着最后的意志，向对面的战友敬了最后一个军礼。好样的，咱们大夏军人都是好样的。这个时候，不知谁喊了一声：“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！”然后整个阵地都齐声高喊：“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！”这吼声没有任何反应，但仿佛把将臣的气息都喝退了几乎。安息吧，你们为大夏做的已经足够了。硝烟散去，看着被救的工人兄弟们安全离去，司徒红这才长出一口气。填补弹药，原地警戒。话还没说完，砰砰，迷雾深处传来一阵有规律、沉闷的声音。司徒红猛然转身看去，枪口再次指向迷雾深处，灰白色的迷雾翻滚，一个巨大黑影隐约可见。准备战斗！哗啦啦，300老兵快速装填弹药，迷雾翻滚着，那巨大的身影终于站住，5米高的躯体，浑身青灰色，一股腥臭腐烂的气息随之而出，一股压迫感出现在所有人的心中。你们竟然杀死了我心爱的傀儡们！既然如此，那就由你们来填补吧。那巨人裹挟着青灰色的兵冲向司徒红，开火！这瞬间，枪炮再次轰鸣，火光炸起，如雨点般的子弹倾泻而出，旋转着撕碎空气。轰！巨人被一发炮弹精准击中，那摧毁一切的爆炸彻底将他的身影遮掩在火光之下。司徒红猛地抬起右手，火力瞬间停止。应该死了吧？但当那硝烟散去，那恐怖的身影依旧矗立，安然无恙，甚至那青灰色的皮肤连一丝划痕都没有出现。一瞬沉寂，所有人都瞪大双眼，不敢置信地看着那踩着焦黑的泥土从硝烟弥漫的弹坑中走来的巨人。继续火力压制，给我把他轰成渣！然而，在枪炮的轰鸣中，在司徒红错愕的注视下，那巨人面无表情的前进，丝毫不在乎那些子弹打在自己身上。现在人类都已经掌握这种武器了吗？真是时光飞逝啊！我沉睡了多少年？不过这种武器还是太弱了，靠这种力量就想杀死我，我可是神王真臣。司徒红瞪大双眼，却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面对枪炮都无法阻挡的敌人，该怎么办？不管用什么办法，给我顶住！只要5分钟。突然，一个老兵向后跑去，不许逃！但那老兵知若未闻，依旧向后跑去。这些士兵可都是被他亲手带出来的，更是生死与共的战友。无论多危险，只会有人争着来断后，从来没人临阵脱逃。唉，也对，这种超出科学的怪物确实过于恐怖了。下一刻，司徒红猛然愣住，只见一辆打空了炮弹的装甲车，轰鸣的引擎从后方驶来，与他擦肩而过。我的兵没有撤退，永远只有冲锋。冲锋！直直朝着那个无影多狂奔而来的狮王江辰撞去。比狠是吗？老子比你更狠！来啊，谁躲谁孙子！这一刻，他的笑容宛若来自地狱，连狮王江辰都有那么一瞬间的呆了。那足有数吨重的装甲车，就像一头咆哮的钢铁猛兽，狠狠撞向狮王将臣。狮王将臣非但没有躲开，反而依旧向前跨出一步，轰！整个车瞬间变成破碎的钢铁，爆发出熊熊烈火。司徒红和剩下的老兵端着枪械，愕然看着眼前的一幕。老五，一道身影缓缓从火海中走出。一时间，所有老兵和司徒红眼中满是震撼。
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一幕。剩下的士兵，有子弹的就倾泻火力，没子弹的就凭着肉身冲向将臣。司徒红两眼通红的看着这些战士，一个个慷慨赴死。随后他也拿起军刀，怒吼着冲向敌人。这一刻，一股气突然出现在他的身上，那股气不属于人类，超越凡俗。狮王将臣最后一拳，将最后一个手持匕首朝自己扑来的老兵锤入泥土之中，随即目光冷漠地看向那个朝自己冲来的女将。他感受到这个女人的身上有一股气，让他都感觉畏惧的气息，但这股气太弱小了，刚刚出现，还未成型。既然你找死，那我赐予你死在我手下的权利。你的生命，你的力量将会被我吸取。下一刻，轰！他一拳打向司徒红，司徒红军刀刺，但那一刀却直接粉碎。随即，那巨大的拳头在他眼中快速放大，整个人直接被一拳打飞。你竟敢杀死他们！狮王将臣身形闪烁，瞬间出现在他的身前。渺小的生命也敢与我为敌，你还不懂生命的层次。你们这只配当作食物而已。镰刀收割麦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你们挣扎的样子更能激起我的食欲。放心，杀了你之后，我会趁热吃的。勾起食物的战役，趁热血流便全身，再一爪取出心理，这在将臣眼里才是面对真修的态度。看着司徒红活后差不多，将臣一爪挥下。司徒红面前出现了一个并不高大，但十足坚定的背影。一个手持短刀的少年挡在司徒红身前，而他手中的短刀竟然轻松切开了那子弹都无法撕碎的皮肤，那瘦弱的身躯宛若神明一般处理。是你？你没事吧？5分钟了，5分钟了。司徒红的特种一队的300个老兵用300生命撑了5分钟，终于，几乎是同时，狮王将臣直接一个跳跃，轰然向后跳出30多米。那狰狞面庞一脸震惊地看着那个突然出现的少年，他竟然刺伤了自己。不对，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杀死了大夏的军人，而我是大夏人，所以不要想着投降死。来时的路上，林凡想着，如果这个鬼迷愿意归顺大夏，为国出力的话，自己给他收拾也不介意让他加入弑神军。但当林凡看到眼前这悲惨而血腥的一幕的时候，一切的考虑都不重要了。他触犯了林凡的底线，他杀死了大夏的军人，所以他得死。你也可以杀死我。如果是你全胜状态，我无法杀死你，但现在你很虚弱。狮王将臣脸色愈发难看，这家伙说的很对，自己全盛时期是令神鬼畏惧的狮王将臣，可被女娲封印之后就陷入了沉睡。这也是为何他刚一出现就立刻大开杀戒，因为他需要营养。此时的他格外虚弱，甚至不如当初的1%。但就算这样，也不是这个少年能够杀死的。但就在此时，而且杀你的也不只是我一个。林凡身后缓缓走出一个道袍老者，在这老头儿出现的刹那，那狮王将臣猛然瞪大双眼。这老头儿给他一种天敌般的感觉，曾经道门的气息。道门本就是斩妖除魔的宗门，老头儿身上的道门气息，对他这种诞生于天地阴气的生命来说，就是天敌。九天地火，炼化邪祟。道万千猛然睁开双眼，眼中有火光闪烁。下一刻，他扔出一把黄符，那可画着朱砂图案的黄符迎风而起，呼啸着冲向那狮王将臣。狮王将臣想要躲避，但那把黄纸就宛若锁定了他一般，被狂风吹拂着卷向他。狮王将臣周身100米的空中，36张黄符纸将他团团围住。大地九阳起！黄符纸齐齐一震，其上的朱砂图案瞬间爆发出耀眼光芒，轰！烈火爆发，温度也是十分可怕。才刚一出现，周围的空气便瞬间扭曲起来，那炙热的高温让周围的泥土都如龟甲一般开裂。那火焰乃是道门以灵力酝酿的九阳之火，一切邪魅，一切阴气之物的克星。哪怕他的皮肤坚韧到连枪炮都无法摧毁，但面对这种火焰，他依旧感觉到深入灵魂的痛苦，宛若整个人都如冰水一般开始融化。但是将臣能感受到，这老头儿似乎境界不高，至少哪怕是现在的自己，也不是他能匹敌的。你还不够！狮王将臣竟然忍痛站起，裹挟一身火焰就要朝老头儿冲去。但是下一刻，他竟然调转身形朝后面跑去，因为那短刀少年还站在老头儿身旁。那老头儿虽然不强，但那短刀少年却足以对他造成威胁。将臣也不是傻子，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此时最需要的不是一场硬战，而是恢复，用那些弱小人类的生命来恢复以往的实力。到那时再收拾这两个家伙，还不是易如反掌？然而就在此时，将臣逃窜的方向突然有一道读书声传来：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天地在这一刻颤抖，
宛若在相应着读书声。一身如山的莫不知手捧书卷缓缓而来，虽然只是一个人类，但这一刻他身上宛若有一股气升腾而起，一字一言都与天地共鸣。此气名为浩然气，在莫不知身后，随着他的朗诵，一道千米水流扑空而起，宛若瀑布一般高挂天边。这是他实在无法理解，眼前这渺小的人类到底是怎么拥有这种力量。但就在他错愕的刹那，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9天。轰！一句落，天地震动，那高悬身后的肿瘤轰然冲刷而去，裹挟着恐怖的威势，宛若能够洞穿一切。这一刻，如门莫不知以浩然气勾动天地。狮王将臣深呼口气，但还没等他站起，一道阴影忽然从他身后的影子中出现，宛若墨水一般的影子。吼！他完全没感受到这人是何时靠近的，甚至直到此时，他才感受到一丝气息。跪下！唰！却只见一道凛冽寒冷战具时，宛若流星一般一闪而过。星落莫隐门，莫隐身法，星落斩。呼哧！吼！刚刚站起的狮王将臣再次轰然跪倒在地，捂着左眼，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。粗大的手指间，青灰色的血液流出，他的左眼已经被生生绞碎，甚至要不是他本能的向后闪避，那一刀他是要直接穿进他的大脑之中。这一次，将臣没有任何的犹豫，直接调转方向，速度极快地朝着另一边冲去。这些弱小的人类，不知为何竟然有能够伤到自己的力量。将臣虽然是世间引起所患的强大存在，但此时的他刚刚苏醒，格外虚弱。这几人联手之下，的确能将自己葬送在这里。但下一刻，将臣停下了脚步。他逃窜的方向上有佛陀矗立，有猛虎嘶吼。佛门悲悯上师一手拄杖，宛若山岳一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形意门王虎血气流转，那血气在他身上形成了一个毛发猩红的巨火，完全没给将臣逃走的机会。王虎发出一声宛若虎啸的怒吼，便冲向将臣。受伤的将臣咆哮着打出一拳，那将臣的巨大拳头与王虎的双爪碰撞在一起，两人一触即分。砰！王虎从空中爆退而回，落地的刹那，脚下地面瞬间开裂，嘴角有一丝血迹流出。将臣目光冰冷地低头看着那渺小的人类，但下一刻他猛然愣住，仅有的左手忽然软绵绵地垮了下去，使不出一丝力气。吼！在那疼痛之下，狮王将臣仰天发出一声咆哮，是妖孽！而就在那将臣张大嘴巴扑向王虎的刹那，悲悯上师紧闭的双眼猛然睁开，在他身后一尊罗汉虚影轰然出现，直接将他震坏。阿弥陀佛，小僧今日就普渡你这冤魂！悲悯上师高高跃起，铁棍裹挟着万钧之势，轰然砸在那狮王将臣的头上。砰！狮王将臣脚下10米方圆的地面齐齐开裂，那强悍身躯在这一棍之下双膝跪地。死了，应该是死了。他能感觉到那狮王将臣的气息已经萎靡到了极点。是神军第1小队战斗节。但就在下一刻，一声恐怖的怒吼再次响起，那些战士的鲜血快速流向这位狮王将臣。将臣受伤的身躯是恢复原状，并且变得更强。渺小的人类，我可是狮王将臣，你们的生命将会成为我的阴影。唰！寒芒闪过，头颅滚落，巨大的身躯砸在地上。有完没完？废话怎么这么多呢？一时间，空气静止。这就结束了。是神军第1小队战斗结束。一时间，到万千老爷子、莫不知先生、星夜等人都瞪大双眼，满脸不敢置信。这就结束了，实在是太特么突然了啊！众人都准备好迎接一场更艰苦的战斗了，结果林凡一刀硬生生将那暴起的将臣直接斩杀，这太不符合剧情走向了吧？难道不该是我们上下一心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最终一点点再次将这家伙击败吗？愣着干什么？都站在那儿等着领奖，要我给你们发个奖状吗？一时间，所有人都目光敬畏地看向站在那无头尸体旁收刀而立的少年身上，那身躯稍显瘦削，却散发着一种势，凌厉至极、霸道无匹的势。这一刻，危险解除，但无论是第1弑神小队，还是那些被紧急疏散的工人们，都完全笑不出来，因为这场面实在是让人心痛。一具具破碎的尸体散落，鲜血浸染大地，全部都是年轻的面容。天地间忽然有狂风呼啸，这风来的极为突兀，宛若有无数道声音在冥冥中嘶吼：此生无悔入大夏，来世还做大夏人。这就是大夏的兵，无愧大夏。记住眼前这一幕吧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未来的神明比这个被突然唤醒的将臣强大100倍、1000倍、万倍，我们将会有更多的牺牲。但如果我们不拼命、不努力的话，日后整个大夏都将变成这个模样，横尸遍野。而就在此时，我杀了你！只见司徒红两眼通红，宛若一只发狂的怒兽，两只手死死攥着破碎的军刀，拖着重伤的身躯，踉踉跄跄地冲向那将臣的尸体。砰！你不要命了！你没有修炼是神荼魔功，一旦靠近就会被感染成僵尸。为什么你们现在才来？这一刻的司徒红已经被同袍深死的愤怒冲昏了理智。你是总指挥，你为什么这么久才来？
嗡！那匕首竟然如同闪电一般。林凡脸色猛变，连忙用刀鞘阻挡，但那刀鞘竟然在接触的瞬间直接炸开。那恐怖的力道，连已经步入半神的林凡都后退数步，只感觉嗓子一甜。这家伙提前觉醒了军神的成神之路。人类想要成神，要么强行夺取一个神明的神格，要么就得走完成神之路，无需借助外部神格，而是自身成神。这种方式成就的神明，比借助神格成神的更加强大。而眼前这个司徒红，目睹同袍惨死之后，竟然觉醒了成神之路。不对，司徒红应该是在海洋之神入侵第3个月，也就是半年之后才觉醒，历史又一次被改变了。而成神之路一旦走完，那就彻底超越凡俗。更何况司徒红的成神之路，属于连神界都难得一见的军神，经过军神神力加持的枪法，哪怕是神明都可以斩杀。折断的军刀掉落在地，扑通！司徒红仿佛被抽干了所有力气，朝着那些死去的士兵跪倒在地上。老五、黑子，是我对不起你们，你们放心吧。我司徒红发誓，胆敢踏上大夏的神明，来一个我杀一个。说完，本就重伤的司徒红彻底昏迷过去。哎，对了，总指挥，你既然能够一刀斩杀那个狮王将臣，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先出手？对呀，你是故意想让我受伤吧？这种敌人，这种超越了常识的战斗，越早接触越好。你们需要磨合。王虎，你太逞强了，要不是那江辰被提前惊醒，虚弱到极致，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下次再这样，你直接去军部办退役手续。我不想有一天看你白白死在战场上。下次不敢了。林凡深吸一口气，眼神中带着一丝复杂。说实话，这江辰也算是有点背了。如果是他正常出行，他的实力是这次展露的上千倍。但以后你们面对的敌人会比他更加强大，更加匪夷所思。就在此时，苏醒的司徒红拖着重伤的身躯，面色痛苦地走过来。林凡，刚才对不起。怎么还跟我道歉了？刚才是我气火攻心，我知道那些士兵的牺牲跟你其实并没有关系，只是我刺杀长官，形同通敌，你枪毙我吧。林凡一脸无奈地看着司徒红，沉默片刻。别开玩笑了，我怎么舍得杀一个未来的军神，一个未来的大夏守护神？你是说，你应该能感受到，你体内有一股力量，你走上了一条成神之路。如果你真的愧疚，再也不希望经历刚才的绝望，我可以同意你加入弑神军。司徒红看着眼前的少年，眼神坚定。我愿入弑神军。好，之后我会将弑神图魔功也传给你，不过你的修炼会很痛苦。能比目睹同袍死在眼前还痛苦吗？教我。好，但你也要负责，将这套功法交给下面的士兵，让整个军方都开始修炼。林凡走到那狮王将臣的头颅旁，在众人错愕的注视下，双手伸入那腐烂的血肉之中，翻找起来。找到了！林凡的双手硬生生从狮王将臣的大脑中拽出一块拳头大小的、微微发红的黑色石头。那黑色的石头上如血管一般的红色纹路密布，甚至还在不断蠕动。这是狮王之心，恶魔种子的一种。恶魔种子，恶魔种子就是恶魔的根基，就如同神格对于神灵来说，有了恶魔种子，就会获得恶魔的力量，成为一只恶魔；而有了神格，则会成为真正的神明。陈岩握着笔的手在颤抖，这块石头可以将人类转化为恶魔，拥有恶魔的力量。现在我需要知道，你们有谁愿意沦为恶魔，拥有狮王将臣的力量？所有人都是一脸迷茫，就连莫不知都不知道林凡这句话的意思。开什么玩笑！我道门是要斩妖除魔，怎么能沦为恶魔？恶魔、神明不过都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。你们最终都会超出人类生命的范畴，成为神明或者恶魔，不改变生命的特性，最终会被人体的极限而限制。半神已经是极限。一时间，所有人呼吸都急促起来。但我也不瞒你们，成为恶魔之后，将会与黑暗为伍，在恶魔之力的侵染之下，很可能沦为暴虐与杀戮的怪物。到那时，我必须将它斩杀。你为什么不自己用？我有自己的路。林凡那条道路是最强大的一条修魔神之路，而此时林凡在等待那条道路的出现。我来吧。你不行，你修炼的道门心境和恶魔种子相克。那就我来。你来。我没修什么意境，所以不会和这个恶魔种子有什么排斥。嘿，至于什么恶魔的欲望，嗨，我管他呢，大不了到时候被你杀死就完事了。林凡沉默片刻，可以，我相信你，你能利用这股力量与神魔而战，而不是被这股力量拖入深渊。王虎一把接过那块石头，随即运起弑神图魔功，开始炼化。恶魔种子剧烈震动，轰然炸开，化作一团漆黑中透着猩红的气息，如同毒蛇一般冲入王虎的身体。下一刻，王虎皮肤瞬间蠕动起来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他体内转，他能够感觉到自己在不断堕入黑暗。王虎整个人竟然达到了4米的身高，额头忽然生长出2只冲天的尖角，狰狞无比。坚持住！王虎只感觉自己在无边的黑暗中即将碎裂，那漆黑的血染竟然在他体外形成一个巨大的茧子，将他牢牢包裹。这
到万千一脸担心，因为他几乎感受不到这茧子里面有任何生命气息。他没死，不过短时间内不会醒来了。希望你能在黑暗中找到归来的方向，我们等你。忽然，林凡手机响起，倾城监视计划有变动了。今天一早，女生忽然拥有了掌控火焰的能力，现在有3只木鸟正在悄悄跟着他。异能者，果然不只是狮王江辰的复苏提前了，就连异能者也提前出现了。异能者简单点说，就是因为神界的气息传入蓝星，导致一些人类拥有了某些能力，要么身体发生变化，要么掌握类似神明的能力，操控元素。陈岩、金老，你们替我守一下这片施工区域，我现在必须立刻过去一趟。异能者出现在境内，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个好事，这是超强实力的个体，但也是不稳定的力量。把他的位置发给我。另外，木鸟全部派出，监视他周围的风吹草动，还有战斗人偶全部调动，保护好他。然而，龚书明却没有任何动静。通往青城的高速公路上，一辆军用吉普正在驰骋，引擎在咆哮，油门已经完全踩到底。快点，再快点！没消息啊！林凡知道龚书明肯定是遇到了麻烦，而且这麻烦绝对不小。忽然，手机震动，是一个位置共享。下一个路口，下高速，目的地青城东方向10公里，工业园区。另一边，青城工业园区，火光冲天。厂房中，一个扎着双马尾辫的少女气喘吁吁，双手依旧有火焰燃烧，目光死死盯着面前的碎砖。轰！碎砖忽然激射开来，一个巨大的人偶从地上站起，缓缓走出。与此同时，厂区外10几个人偶同样缓缓走来。你不要过来！你冷静一下，不是来抓你的，你真没必要跟我动手。我不信，你肯定是要把我抓去切片研究。少女此时处于绝对的惊慌中，她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莫名其妙自己就拥有了控制火焰的能力。但还没等到她冷静下来，她就发现3个黑衣人将她围住了。随即，她就利用火焰推行逃跑。你跟他们是一伙的？别闹了，我好不容易用几个人偶误导了那些家伙，争取来这点时间，不是跟你来闹的。龚书明甩出一本证件，立刻就有木鸟叼起，飞入厂房，扔到少女的身旁。看看我到底是谁！少女哆哆嗦嗦地打开那本证件。龚书明，年龄18，身份墨家机关署传人，隶属单位是神军第1小队。少女终于深呼口气，颤抖的身躯平静下来。你真是大夏官方的人？废话，我是来保护你的，所以跟我打什么？坐上去，我带你快点离开这里。少女点点头，就要爬上战斗人偶。只要去了指挥中心，你就安全了。现在有人盯上你了。天空忽然开始下雨，滴答，一滴雨水滴在地面，泥土的气息充满了空气。随即，这雨点忽然变得急促，暴雨倾盆而至，冒着黑烟的厂房瞬间被打湿，燃烧的余火也被浇灭。这下有点麻烦了。没有任何犹豫，龚书明打开手机，点开了位置共享。与此同时，脚步声从雨声中传来，3个身穿黑色西服的白人踩着水花缓缓走向厂区，最后一人则是个瘦弱的金发女子，但两眼中却有诡异的光泽闪烁。10几个战斗人偶，真是差点拖住了我们。不过，大夏的机关术看来也不过如此。就是他们要抓我，之前的警局也是他们造成的。龚书明面无表情，手指却微动，身后一个巨大的战斗人偶咆哮着冲出，撞向那3个白人，数吨重的钢铁打造的战斗人偶。哈哈，让我来！砰！人体与钢铁碰撞，发出的竟然是金属声。就这点力气吗？你太低估我墨家的机关术了。咔！那被光头抱在怀中的战斗人偶，猛然探出8个锋利的尖刺，狠狠扎向这光头。与此同时，那战斗人偶的手死死抱住那个光头，将他束缚在原地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那8只尖刺狠狠刺来。就在此时，够了！一时间，无形的涟漪扩散开来。龚书明脸色一变，身后剩下的部分战斗人偶在这一刻同时咔咔作响，竟然被一股无形的力场禁锢在原地，无法动弹。面力蜥蜴能者8匹，但即便如此，剩下的人偶还是咆哮着冲向3人。见此，那一头蓝发的白人叹了口气：“你很不错。”能死在我疯狂射手里，也算你不委屈了。下一刻，他伸出手，拧！地面上的雨水在这一刻奔涌开来，凝聚为一条磅礴水流。足有100米的水流，撞得龚书明直接飞起。天地间，无数雨点如同一道道利剑，从4面8方爆射而去，刺向龚书明。机关遁术。
只是差一个铁球将龚书明和少女牢牢护卫其中。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但是就在下一刻，万千雨轰然炸开，铁球瞬间碎裂。龚书明被雨水凝聚的大手从铁球中拎出，口吐鲜血。远处那蓝发白人被雨水托起，如同神明一般高高在上的俯视着龚书明。你还是太弱。呵呵，3打1，还特么9品，8品都出来了，有脸说我这个7品的？哦，这么看，你和大夏的机关术其实也挺厉害，那更不能让你活了。死就死，18年后，老子还是大夏好汉。可没等他说完，鲜血飞溅，蓝发少年的脑袋直接飞起，鲜血喷溢，一只脚踩住了那只脑袋，短刀滴血。你们完了！一身雨水的林凡面无表情地抬起头，看着那金发白人女以及还处于错愕中的光头白人，露出一个冰冷的笑容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我大夏有句话叫做“有贼自远方来，必诛之”。那肌肉光头死盯着林凡，愤怒地握紧拳头。你敢杀死夏尔，死吧！雨夜再次有闪电一闪而过，那闪电从光头身体中一穿而过。光头沉闷的脚步忽然停下，他呆呆地看着自己的身体，只感觉全身力气仿佛都被抽出，攥紧的拳头无力地张开，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那里有一道缝隙。自己的肚子上为什么会有一道缝隙？光头摸了摸那条缝隙，下一刻，原来如此。砰！他的身体一分为二，两截身躯重重地摔在地上。他的身后，林凡面无表情地抖动短刀，其上的鲜血洒出，锋利的刀刃再次被雨水冲刷干净。林凡转身看向那金发白人女，他没有说话，但那金发白人女却从他脸上看到了3个字：该你了。你到底是什么级别？半神。人间半神。听到林凡的回答，那白人金发女子愣在原地，只剩下骇然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是半神！我凤凰社最强的4人才9品，大夏竟然出了一个半神，这怎么可能？说，刀光一闪而过，人头滚落。持刀的林凡转头看向那躲在远处瑟瑟发抖的少女，还有昏迷过去的龚书明。别杀我！好了，安全了。少女抬起头，却发现那冰冷的少年，此时脸上却有一丝让人安稳的笑，就好像有他在，所有人就是安全的。一时间，少女只感觉眼前的少年有些分裂，一面是冰冷无情的杀戮机器，一面又是一个邻家哥哥。很难想象一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能变成这样。回去的大巴上，你刚才也太凶了，看给人家小姑娘吓的。要不我出点钱给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吧。如果你经历过和我一样的事情，你也会变成一把刀。有些时候，你杀一个人，更多的人能够活下来。与此同时，一个身穿红色披风白人青年走向了浦川办公室的房门。浦川看到眼前这陌生的青年，肥胖的身躯忽然往桌子下钻去。浦川身旁的2个训练有素的安保更是直接抽出手枪，朝着青年连续开枪。但就在此时，青年披风飞出一只火凤凰，呼啸着冲出，撞在那安保身上。只刹那，那2个安保直接化作灰烬。安保，亲爱的首座大人，不要再叫我，您的安保人员不会回应您的，不然你以为我一个陌生人是怎么进入白色宫殿，出现在您的办公室里的？浦川想了想，竟然主动从桌子下爬出来，很聪明。记事会选择您当首座，就是看在您这个聪明劲上。记事会，你自我介绍一下，记事会凤凰社社长杜凤凰普尔伯勒，你可以叫我凤凰，我可以回答您之前的问题。林凡应该是一名异能者，不知为何，可能真与大夏所说的神明降临有关。异能者最近出现了，那林凡运气不错，但我凤凰社本就掌握一些基因改造的手段，是这次变故的最大获利者。放心，浦川，记事会愿意帮助你。我凤凰社4强之3，现在估计已经取回林凡的头颅。青年嘴角微笑，忽然，他手机震动了一下。自称凤凰的青年拿起手机，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，直接愣在了原地。难道那3位已经带着林凡的头颅回来了？那个，听我一句劝，别再去招惹大夏，告辞。说完，青年再也不敢多停留，快步离开。浦川莫名看着这突然离开的青年，眨巴眨巴眼，满是迷茫。调动临时指挥中心，刚刚回来的林凡喝了口水。那3人身份目前未知，但行动轨迹确定了。他们追着那少女，先是闯进了警局。不需要说这些，我知道他们是谁。凤凰社。见陈岩和金老都是一脸不解，林凡低声解释起来：凤凰社这个名字或许声名不显，但它隶属的组织则有很多人知道。记事会遵循优胜劣汰理念，崇尚少数人统治世界的组织。这次我带回来的少女名为雀红，5品火系异能者，将她编入第20神军。
另外，金老，你负责搜罗其他异能者，必要时刻出动军方力量。这至于吗？至于，一些个体忽然掌握超越凡俗的力量，鬼知道会发生什么，弄不好整个社会都会陷入混乱。如果那些异能者愿意为我们效力，可以给他们开出条件的机会，但如果冥顽不灵，就地击杀。可以，我这就安排各地驻扎军人进行准备。但随即，金老忽然皱起眉：“那你……哈哈，帮我报告国座，我要带领第一式神小队去一趟自由国，进行一场跨国任务。至于任务目标，当然是杀人。”林凡的声音带着无尽的冰冷，此话一出，指挥中心的气氛都紧张起来。任务目标，杀人。林凡要去做什么，不言而喻。好，我早就想。你别闹，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你要去自由国杀人，一旦行动暴露，或者一旦你们陷入危险，弄不好会引起舆论危机，而且我们很难帮上忙。道理我都懂，不过他们意图在我大夏抓捕我们的异能者，抓捕大夏人，而且还摧毁了一个警局。我看过了，3重伤，必死，必须血债血偿。其实我们可以抗议，在国际舆论上曝光他们。没用，一个贼偷了别人东西，被人发现之后，你骂他几句，他下次还是会惦记你，还是会贼心不死。这次去自由国，不光要杀，而且要把那什么凤凰社杀个干净，让那些人听到我大夏2字就害怕，让他们不敢惦记我们。这件事事关重大，弄不好就会引起2国直接开战，还是要报告一下国座，请国座他老人家定夺。陈岩将事情说和国座说了一遍，对面的国座一脸凝重。国座有话要跟你说。国座，这件事我知道了，打是肯定要打的，拳头不能代表正义，但却能指人恶念。你可以去杀，而且要杀得他们胆寒。林凡挂断了电话，转身走向门外，看着那些满脸期待的弑神军第一小队，林凡笑容森然，抽出短刀，随我去杀人。当晚，一架不被统计的战机悄无声息地起飞。当战机到达自由国公海范围的时候，夜色下，几个黑点从战机中跃起。自由国凌晨4点，到万千一脸懵逼地看着周围的环境。好家伙，之前还有人说这里的空气都是香甜的，我刚才打开车窗闻了一下，大街上这尿骚味儿，差点没给老夫我熏过去。所以说，大夏能崛起，全靠他们衬托了。从这一点，咱们还得谢谢他们呢。自由国做得不错，鲁川继续保持。好了，现在该说正事了，那就是我们的任务目标。林凡伸手指向那破旧的小楼，具体目标是谁？呵呵，所有人。众人安静了一瞬间，随即纷纷有些期待地吸了口气，一股肃杀气弥漫开来。这次任务很简单，杀人。凤凰社成员一个不留。星夜，你负责暗中潜入；莫不知，你负责左侧入侵；到万千，你负责右侧入侵；龚书明，你负责从后门入侵；悲悯，你要保证没人能够趁乱逃跑。众人点点头。那你呢？我，呵呵，我大夏人一向有礼貌，我当然要先去敲敲他们的正门，给他们提个醒。第一是神小队，作战开始。作战开始。林凡直接朝着正门走去。危险的感觉。自称凤凰的青年有些不安，随即拿起电话吩咐道：“狮子，去门口看看有什么异常。”2层小楼的大厅里，零零散散坐着7、8个青年男女正在打牌。一个身材壮硕的白人青年放下电话，有些不情愿地放下扑克牌。得了，这一牌咱们暂且先不摆弄了。嘿，狮子，这是出了什么岔子？还能因为什么？头那神经质般的小心谨慎呗。平白无故的就打发我去瞧一瞧门外的动静。虽说雨水他们3个已经送了命，可那大夏的人难道还能一路追杀到这个地方不成？好了，伙计，4强里头眨眼功夫就没了仨，老大他自然是该提起12分的警惕了。狮子还是不满意的嘀咕着，走向门口，但下一刻他忽然愣了一下，一阵敲门声传来。狮子打开沉重的木门，只见门外站着一个亚裔的高中少年。哦，瞧瞧这小家伙，难不成是想问问路？那个，请问你们愿不愿意死一下？如果不愿意的话，我也可以帮你们啊。我说小家伙，你讲的这叫什么话？上帝啊，你该不会是走丢了吧？没迷路，我来凤凰社杀人。大夏向你们问好。偷袭！屋内的几人察觉不对，也走向门口，只看见死透的狮子。哈喽，大夏对你们问好。为狮子报仇。说完，他猛地伸出双手，数把铁剑模糊在他周围。金属系异能者，
金属系异能者一向是最不好解决的异能者。我的老天，好大的胆子！你们这帮卑鄙的大夏人，居然敢闯我凤凰社！等着吧，你们会为这场下三滥的偷袭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呵呵，小心你的身后。林凡说完的下一刻，金属系异能者身后的黑暗中，寒芒一闪而过，随即金属系异能者人头落地，星夜又再次遁入黑暗。现在你们一起上吧，我赶时间。几个凤凰社成员虽然听不懂林凡到底在说什么，但也知道这少年来者不善，纷纷怒吼着冲向林凡。林凡猛然睁开双眼，一身积蓄的气势瞬间迸发，以林凡为中心，周围的一切尽皆被斩为上下两截。一时间场面寂静，剩下的4人瞪大双眼看着林凡，却又不敢动作。大夏的怒火，你们承受得住吗？我大夏一直与人为善，别说我不给你机会。然而那4人却一个也没有回答他。呵呵，看来还是不服啊！刀芒再次闪烁，一颗脑袋瞬间飞起。那边的说话。那人却依旧没有动作，只是看着林凡。倒是小看了你们，骨头挺硬的嘛。那人仿佛明白了什么，身形瞬间化作虚幻，但还没等林凡动手，一柄长刀从黑暗中雷锋闪出，一颗头颅再次飞起。好，死到临头都不说一个字是吧？你们真是全无悔意。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？ 抓头颅起飞，鲜血喷涌中，林凡转头看向最后那个已经抖若筛糠的女子。不愿意就不愿意，吼那么大声干什么？而就在此时，林凡身后的黑暗中忽然传来一道复杂的声音：“那个队长，你有没有考虑过一种可能？他们不是有骨气，只是没听懂你说的话。”一时间，林凡即将落下的短刀停止在空中。林凡脸上的冷笑化作尴尬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忘了语言不通了。你说这是闹的？”与此同时，一道有节奏的鼓掌声从不远处传来。凤凰，呵呵，诸位实力不错，我很欣赏。你们杀我凤凰社很多人啊，不满意？呵呵，别误会，我并不想跟你们打架。这些家伙死就死了。虽然目前人体转基因技术的成功率很低，但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能制作出更多更强的异能者。相反，他们的死很有价值，他们的失败证明了你们的优秀。而我纪事会的理念就是，优秀的人应该执掌这个世界，而那些不优秀的人只应该在我们为他们的规划下活着。所以，与其杀死你们，我更想与你们进行交易。只要各位加入凤凰社，为我纪事会所用，这件事我既往不咎。我不会杀你们，甚至可以为你们提供资源。所以，怎么样？林凡没有回答，而是隐隐调整站位，防止这个青年跑路。说的简单点，各位的实力让我很欣赏。我邀请你们入我自由国，我自由国将会给各位提供比大夏更优越的条件。林凡不语，只见刀芒闪过，凤凰社长已经被一分为二。但林凡马上察觉不对，在他回头之际，凤凰社长已经被火焰风暴包围，重新站起。凤凰不死不灭，来啊，杀了我！这已经是我第8次涅槃了。林凡心中一惊，他自是知道9次涅槃的含义。来吧，赐我9次涅槃啊！大夏的人都这么没种吗？只要涅槃9次，真皇展现，到那时他就拥有真正的凤凰之力。你以为我不敢杀你？林凡瞪大双眼，裹挟大人杀意轰然展现，废墟中一声响响彻天地。一只巨大如白日的火焰在夜色中展翅翱翔，火焰绚烂。这种力量与那些神明相比，都差不了太多了吧？感谢你，愚蠢莽撞的大夏人！更加汹涌的火焰从凤凰身上奔涌而出，9次涅槃，凤凰的力量彻底觉醒，真凤展现。一时间，林凡眼神流露出一丝绝望。哈哈哈哈！大夏人，谢谢你们赐予我。但就在下一刻，那凤凰眼中忽然出现一阵迷茫，两眼失神。我是谁？还没等林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那凤凰再次身躯一震。你是谁？凤凰社长能感受到这具身体苏醒凤凰之力的时候，一个意识也出现在这具身体之中，与凤凰之力一同苏醒的意识。那意识虽然刚刚苏醒，却强悍至极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是大夏护国神兽，我是大唐凤祖，我是大夏图腾凤凰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一日强盗闯入大夏国门，窃取国器，将吾掳走。这一刻，林凡忽然明白，这万凤之母的意识苏醒了。尔等何许人也？大夏子林凡见过凤祖。尔等的服饰怎得如此古怪？现在年号为何？大唐现在何人为帝？林凡微微沉默。凤祖，大唐1000年前已经陨灭。什么？但华夏依旧在，大夏子民依旧在，大唐辉煌，如今依旧璀璨。大唐不在又如何？华夏依然在，华夏在，大唐便在。陛下听到了吗？李家天下依旧璀璨。林凡沉默不语，他隐约已经猜到了这凤祖的身份。
大唐凤祖，千古唯一女帝武则天。就在此时，凤凰像是感受到了什么，眼中闪过无限的冰冷。尔等宵小，竟敢窃我之礼，伤我大夏之人！凤凰社长在这一刻宛若被烈火炙烤灵魂。宵小蛮夷也敢窃我大夏国旗，若我大唐仍在，若是陛下当初知道了尔等在这海外的藏身之地，尔等难以尽归华夏，尔等难以出尔受死。轰！火焰迸发，一个身影猛地从凤凰身躯中跌出。在这身影出现的刹那，林凡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拔刀。天空中雷霆滚滚落下，灌注入刀，刀刃上来自大夏的磅礴杀意凝聚。不要啊！给我死！唰，刀芒闪过，那刀芒有冤魂在怒吼，有猛将在呐喊，这是来自大夏的杀意，来自大夏的一刀。刀芒如雷光一闪，那凤凰社长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惊恐的表情停留在脸上。不错，我大夏之人礼尚往来，但有些仇恨必须血来偿。恭迎凤祖，大夏凤祖归位，乃大夏之幸。下一刻，那凤凰身躯在火光之中变化开了，耀眼绚烂的炙热火焰道具，其内竟然走出一个女人。她凤披霞冠，抹仪天下，姣好的面容带着一缕不可侵犯的威严，那令人屏息的眉与无上皇威交织在一起，一股睥睨天下的威严浮现在这女人身上。千古女帝，尔等平身，尔等也算是我华夏的人杰了。本宫虽然此时虚弱，但也当见你们一面。不过我将要陷入沉睡，我离开大夏太久了，此次突然被唤醒，还需要好好休息一下。送我回华夏，重归国运。我大唐愿再护华夏5000年。女人说完，身上的凤披再次化作熊熊火焰，整个人再次被火焰包裹。当火焰消散，一面华美的鲜红斗篷落在林凡手上。这是国器，是神军第一小队，任务结束。这个时候，散布在周围的弑神军成员才闪现到林凡身后。新的任务目标：护送国宝归国，抢走的国运终要归于大夏。那沉睡的凤祖也终于要重归故土，护送国宝归国。可惜啊，这次都没我们出手的机会。以和为贵嘛。3公里之外，街道上一辆辆武装车轰鸣疾驰，内坐满全副武装的自由国士兵，竟是自由国军方直接出动。上帝啊！凤凰社遭到袭击了，快点报国！让你的老伙计再跑快点，这事儿绝对是大夏那帮家伙干的，咱们可不能让他们跑掉。哦，亲爱的汤医师，咱们至于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吗？我是说，我承认凤凰社的社长确实是我们济世会的人，可咱们军方这么大张旗鼓的直接出手，简直就是小题大做，太离谱了。你懂个屁！我到现在都联系不上凤凰社那帮家伙里的任何一个，那个社长身上揣着什么玩意儿，咱们可都太清楚了。要是真让大夏那帮混蛋把他给抢回去，咱们就要被狠狠地踹屁股了。行了，咱们这么办，现在给我以济世会的名义，立刻给浦川那个家伙打电话。听着，我的好手作，现在有一帮家伙把凤凰社给一锅端了，还杀了我们济世会的一个人。上帝呀！附近的军区已经动起来追人了，你必须立刻调动所有力量，把那些海岸和机场全给我封锁住，一丝缝隙都不能留，知道了吗？是。说完，济世会在上。济世会在上。浦川挂断了电话，眼神是无比的愤怒以及一丝恐惧。哦，上帝，一定要抓住那些混蛋，不然的话，要是济世会那帮人对我这个手作的表现不满意，天知道他们会不会把我给换掉。下一个挨枪子儿的手作，搞不好就是我啊！快点，让各地军区和警署的人都给我接电话，立刻，马上！与此同时，林凡等人和在自由国的潜伏的大夏特工接上了头，由他开车带着弑神小队撤离。一辆吉普车在夜色中狂飙。这次针对凤凰社的突袭计划，难点不在于进攻，而在于撤退。他们现在还在重点搜城，绝对想不到我们已经离开了三藩市。我和几个自己人在这里潜伏了不少时间，也想过万一遇到糟糕的情况怎么办，所以提前准备了安全屋。到了那里，躲过这段搜捕就好了。但就在吉普车即将驶入镇子的时候，也进去。怎么了？这次搜捕没这么简单，要是我们躲在这里，一旦被发现，那才真是插翅难飞。送我们直接离开，留在这里夜长梦多，干脆直接离开，也省得到时候拖累你暴露身份。林凡可是知道，自由国绝对不会放弃搜捕自己可是抢走了女帝凤披。赵国臣想了想，点点头。好，这种情况我们之前也考虑过，最近的海滩那边有我们的撤离点。轰！吉普车在路口左转，朝着最近的海滩冲去。
就是这儿，跟我来。林凡来不及多想，带着弑神军第一小队连忙跟上。就是这儿了。礁石后是一艘快艇，快上去！200公里外的海面上有一艘下了锚的小型帆船，你们就假装是环球旅行的，一路走水路回到大夏就行。那你呢？我走个屁！我也没暴露，除了掩护你们，我还有别的任务。林凡看着一脸焦急的赵国臣，唰，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而就在此时，黑夜中，10几辆军用吉普如同怒兽，轰鸣着冲来。你在干什么？首座发布禁令，自由国海岸线封闭，禁止出入。离开海岸线！警告！离开海岸线，否则我们将会对你。因为礁石的阻挡，那些自由国士兵无法看到坐在摩托艇上的林凡等人，只能看到站在礁石上拧螺丝的赵国臣。该死！别冲动，我快拧动了。032小队，礁石滩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！发现疑似嫌疑人准备潜逃，最多10分钟，周围的上百个巡逻队就会赶来。请立刻停止，举手投降，否则我们将会使用武力。警告1次，警告2次。但即便如此，赵国臣还是依旧站在礁石上，弯腰拧着螺丝。狙击手开火，抓火打。正在用力拽着扳手的赵国臣，肩部瞬间迸发血花。若还不停止，我们将会采取致命攻击。3、2。赵国臣看着驶离的快艇，在这最后的时间里，他用还能动弹的左臂猛地进来。小心，他有枪！士兵们顿时如临大敌，纷纷端枪指向赵国臣。但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赵国臣却将那把枪顶在自己太阳穴上。该死，他要自杀！拦住他！压抑了半辈子的赵国臣，在这身份暴露的一刻，面对这些自由国士兵哈哈大笑。我赵国臣从不觉得自己是个英雄，只愿来世再为大夏人。赵国臣闭上双眼，就要扣动扳机，在开枪的最后一刻，一只手竟然直接拍开了他的手枪。赵国臣呆呆地转头看向身后，但下一刻他整个人都愣住了。6人站在他的身后，弑神军第一小队全体成员都在。你们为什么不走？为什么不走？我说过要和你吃一碗担担面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让你活着回到大夏。林凡手持短刀走到赵国臣身前，看着那些持枪的士兵，面容冰冷道：“是神军第一小队，随我杀！”但就在下一刻，林凡愣住了。远处的海面上，黑暗之中，无数巨大的战舰冲破黑暗，打着灯光，在海水中疾驰而来。这是自己人。那穿透夜色奔来的千艘战舰上，红旗飘扬，这是谁也无法提供给林凡的安全感。来啊，打我啊！10分近，就好像一个打不过别人的小孩。转头一看，自家大人竟然在身后，没办法，身后有红旗撑腰，就是这么硬气。我都想打他了，太贱了。如门默不知想了想，忽然也指着自己的脑袋，朝着那些自由国士兵咧嘴笑道：“营长，要不咱们直接开火吧？他们实在是太贱了。”你疯了吗？你看看海面上那是什么？那他们是航母战斗群啊！还真能吃一口担担面了啊！而另一边，为首的航母上，一身军装的金老站在甲板最前方。虽然头发花白，但站在这冷风呼啸的碧涛之上，他心中热血依旧沸腾，腰杆比年轻人都要笔直。这臭小子，算了，既然都决定了，那索性就弄得隆重点。来，打起横幅，火炮部门放几发空包弹当一炮听听响，咱们接功臣回家了。赵国臣听令，赵国臣在，你的任务完美完成，潜伏取效，随我返回大夏国境，大夏来接你了。遵命，返回大夏国境。一行人顺利登上航母。他们要走了，要不要开火啊？要让他们当着我们面跑吗？妈的，简直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呀！大夏也太猖狂了。那些自由国士兵有些不甘，但却不敢开火，因为那海面上千艘战舰宛若一只只巨兽，一只只10几米长的短程飞弹遥遥指着他们。秦老，您不是说一旦我们暴露了，大夏根本无法对我们进行支援，甚至不会承认我们的官方身份吗？您这怎么？呵呵，那是国座吓唬你的，臭小子，首座那么说，就是想让你小心点。你出发的时候，国座就已经安排在公海演练的2支舰队往这里赶了，还特意让我飞过来指挥接应，结果你竟然被国座给吓到了。呵，别忘了，全世界都知道我大夏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处于危险中的国民，永不放弃，这是大夏的底线，不放弃1寸土地，更不能放弃每个国民。好了，该回家了。而就在此时，一道声音从后方响起，只见一辆吉普车停在礁石滩外，一个身穿白色西服的中年白人跳下车，是纪事会议事堂。你想怎么样？留下他。不留会怎么样？全体都有，火力准备。呵呵，老子就站在这儿，有本事你就轰老子！我特么就问你，你敢吗？这不算晚，我要大夏给我一个交代。回白色宫殿通知浦川，让他进行一场新闻发布会。发布会主题：大夏入侵自由国，强行掳走在自由国杀人的罪犯。我要让大夏成为整个世界的公敌。我们大夏的敌人是众神，你们也配？回航的海面上，士兵们大声地喊着林凡的名字。林凡，林凡，林凡！别这样！呵呵，
这有什么？都是该给的。行了，差不多了。林凡刚刚回来，也很累了，身上也有伤，你们别折腾他了，都各回各位，继续自己的工作。还有，叫军医过来。金老能感受到林凡脚步已经开始虚浮，找几个士兵夹着他，跟我去医疗室。别叫士兵，别让他们看到我这个模样。放心，我架着你过去。被金老和军医架着，林凡一步步挪向医疗室。金老，帮我把他放床上躺好。林凡被金老和军医扶到床上。怎么就弄成这样了？哎，那些凤凰社的人就这么厉害吗？不是凤凰社弄的，不是凤凰社，那金老，帮我把扣子解开，我给你看个大宝贝。你可别跟我闹啊！我这年纪大了，不好这一口。金老，我都伤成这样了，你别跟我开玩笑了，帮我拿出来。金老解开了林凡的扣子，林凡的怀中，金老看到了一角红色。你小子去自由国执行任务，怀里还揣着一面红旗，这么有仪式感吗？你拿出来看看。那是一个鲜红的披风，这是大夏国旗，女帝凤披。女帝凤披，女帝凤披，难道是？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样。林凡，你立了个大功啊！这可是大夏的国旗之一的女帝披风。金老能够感受到，这女帝凤上面承载着大夏的一缕国运。你好好休息。通讯兵，给我连通国座，我要和国座对话。林凡这小子没有辜负大夏，大夏国旗，女帝凤披，在归故土。对，这件事一定要大力宣传，这是扬我大夏的好事。什么？陈岩的科研团队有进展，提前与神明对话。好，回头让陈岩跟着小子交代这件事，他来做最合适。提前和即将入侵我们的神明对话，呵呵，有点意思。另一边，躺在病床上的林凡忽然睁开双眼，像是想起了什么。修复根基，我知道了，那东西就能修复根基，而且还能帮助普通士兵成为力量系异能者。这次回去，目标天山。3天之后，一架军用运输机降落在荆州机场。机场内，国座亲自迎接。这一刻，全国所有电视台、所有直播平台都在进行这场直播。我去，我新来的，哪个能告诉我怎么这么大场面？这站在那儿的是国座吗？谁啊？竟然能让国座这么迎接，得是多大的来头啊！傻，看直播主题。新闻主题喜迎大夏国宝女帝凤披回归。这一刻，所有看到这个标题的人全部瞪大双眼。女帝凤披是哪个女帝？没读过书吗？大夏最厉害的女子皇帝是谁？武则天。武则天的凤披，大夏第一件凤披。各位，我是一个历史系教授。大夏历史上的女帝其实并不止武则天一位，但最出名、最强势、最能象征母仪天下的只有武则天。而她有一句名言：凡我大夏女子无论贫穷富贱，嫁为人妇时皆可穿皇室服装，凤冠霞帔，也就是凤披。而大夏第一件凤披，女帝凤披，当属我大夏国宝，毫无疑问。可以说，它关系我国国运。只是这件国宝早已下落不明，没想到如今竟然能够被找回，重归大夏。这一刻，所有人心中只有一个疑问：是谁找回的这件凤披？能找回这件凤披的人，当得起英雄2字。舱门打开了，金老，你安排的，这不是给你个惊喜吗？这次你是大夏的大功臣，就该有这种待遇，配得上。走出舷梯的刹那，林凡几乎被闪光灯闪得睁不开眼，但还是面带微笑，缓缓走出。在他身后是神军第一小队成员纷纷走出。你忘了吗？这是种子会啊，之前刀斩将臣那个。我操，真是啊！这大佬之前真的是高中生，刀斩将臣已经够猛了，但现在竟然还带回了国宝。话说他身上怎么好像有伤？等等，后面那些是弑神军第一小队的吧？他们身上好像也有伤。那人的胳膊怎么断了？还打着绷带？难道这怕是经历了一场血战？一时间，所有大夏观众都发现林凡等人身上带着伤，这怕是杀出来的吧？我擦，我好像明白了什么。这林凡真的么吗？猛人！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林凡手捧凤披，踩着红毯走向国座。这工艺绝了，真不愧是我大夏国戚啊！林帅牛逼！陈老，这不会是假的吧？看起来怎么跟新的一样？你个负责生物方面的，懂什么？这是国器呀！老祖宗的工艺，别说几百年，真要妥当保存，就算是几千年都光洁如新。国器，绝对的国器，不光是它的科研价值，论文化意义，它更是当之无愧的国器。
就在此时，林凡手捧的凤披忽然有光芒流淌，一缕缕火焰涌动而出，竟然化作一只100米大小的凤凰。我操，凤凰！现在直播还有这种特效吗？特效个屁！我家就住旁边，我在窗边都看到了，这是真的。国气显灵，凤佑大侠。吉兆啊！直播的不是荆州机场吗？怎么我感觉我在南广都听到了？这近乎玄幻的一幕，让所有人都心神荡漾。大夏荆州有凤凰轻舞，那清脆高昂的皮肤仿佛带着无形的力量，整个大夏都清晰起来。林凡，你是我大夏功臣，至宝归国，大夏从此国运昌隆。大夏从此国运昌隆。弹幕也疯狂重复这句话：大夏从此国运昌隆。下一刻，一个女子的身影从火焰中走出，雍容华贵，不怒自威。女子朝着国座走来。国座小心！你可是大夏现在的人皇。大夏现在没有皇帝，我只是一个愿为大夏鞠躬尽瘁的大夏。没有皇帝，变化很大。不过现在的大夏很好，我很喜欢。您是大夏护国神兽，大唐凤祖武则天见过人皇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呼吸一顿。是我刚才听错了吗？他说自己是大唐女帝武则天。护国朱雀又是什么？天哪，他肯定在撒谎。大唐那多少年了啊？撒谎！你忘了他刚才怎么出现的吗？那是从女帝凤披上出现的火焰凤凰。一时间，整个大夏为之震动。武则天，你是说你？我知道你们很想问我一些问题。当年的大唐风华万千，辉煌璀璨，但那终究是过去了。如今大唐不在，唯有华夏仍在。我能感受到一股气息正在降临这个世界。与其回味过去，不如着眼现在，为大夏接下来将要面临的危险做准备。没错，先帝若是还在，看到如今的大夏，定然也会很喜欢。我大唐愿在乎大夏1000年，不过我即将陷入沉睡，我现在能做的还很有限。如有机会将其他国戚与我沟通，我将唤醒他们。说完，这一身地气的女子再次虚化作一面凤披，飘荡落入林凡双手之中。忽然，国座笑了起来。天佑大夏！天佑大夏！各直播平台弹幕里满屏都是4个字：天佑大夏。第二天，国座的办公室里，林凡，你这次为我大夏立了大功，好好休息。再有一段时间，那钢铁长城初期建设就完工了。对了，明天还有个事情要交给你。是金老之前提过的与神明交流吗？没错。不过具体的还是得陈岩跟你交流，那是他研究出来的。拿起电话，国座轻声道：“让最高指挥中心首席科学家陈岩过来一下。”半小时后，国座，您叫我。坐。林指挥，昨晚听说你回来了，本来想去看看你，结果金老说你现在需要休息，弄得我还挺担心的。呵呵，没啥好担心的，胳膊腿都在。陈老，这次叫你过来是想让你说一下你研究出的那个仪器。我自从听说神界的存在之后，我就一直在猜想，那会不会是另一个宇宙？从物理学上来说，宇宙只有一个，但如果以平行时空的理论来解释，同时存在的宇宙有无数个，只是因为基础频率不同，所以不会交融。所以我研发了一个声音频率转换器，一点点调频测过去，刚开始测试的32000个频率都没有任何回应，可当我们调整到0.1542频率的时候，竟有声音传出。那人仿佛察觉到我们的倾听，他说出了一句话。说了什么？躲在门后的你们能听到。躲在门后的你们，这是那2个正在破解位面壁准备降临的神明。没错，我们也是这么猜测的。而这个频率是能够与所谓神界沟通的频率，我们将其称之为神界频率。通过这频率，我们就能与神明沟通。我在想，能不能通过沟通让神明放弃此次入侵？林凡的呼吸也略显急促，这是短击。如果能够靠交流就阻止入侵，那可太好了。但我感觉可能性不大。神明本就是入侵各个位面、收服信徒的生命，还是试一试。一些科研人员和要员听说这件事后，还是抱有希望。如果能停战，那再好不过。若是那些所谓神明依旧执意交战，那我们也好断了一些念想，全力备战。好，那这件事就这么说定，由你来进行第1次神明对话。这是来自国座的命令，各部门宣传下去。下午3点，
大夏将进行与神明的第一次对话。10分钟后，大夏再次轰动起来，无数平台发出通知，只有一句话：今日下午3点整，大夏将与入侵神明进行第一次对话。外网上也引起了潮水般的讨论。大夏要与入侵神明对话，难道真要有神明入侵吗？别开玩笑了，听大夏在这儿自导自演，难道你们没听浦川首座说吗？这都是大夏的阴谋，想要用这个借口让所有国家消耗资源，拖垮其他国家。就是，还好我们聪明，早就看破了这些狡猾的大夏人。切，他们还装出一副为我们好的模样呢。听说现在大夏的基础建设工程都停止了，去搞什么钢铁长城？再这么下去，不出5年，大夏怕是就要经济崩溃了。话说，要是真有神明跟他们对话怎么办 ？Man， 孩子们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神，看看谁来了。阿西，就算真有对话，估计也是躲在哪里的一个演员在说话而已，不用当真。林凡，包括最高指挥中心的人，本来也懒得去管这些国际友人，而国内舆论则与国外完全不同。与神明交流。天啊，这可是人类第一次与其他智慧生命对话，与神明交流。话说，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交流阻止那些神明的入侵？如果那样可太好了，我们将会避免战争。感觉不太可能。哎，如果那些神明真像官方说的那样强大，人家凭什么不打你？打你还需要理由吗？是啊，有些战争不是交流就能够避免的，根本不需要原因。各位别忘了，官方给出的神明资料里可是说了，神明获取力量的方式本身就是征服其他位面，收服信徒，别那么天真好吗？不，我还是觉得有可能的。万一人家其实是善良的呢？说不定我们表明态度之后……大部分大夏人还是很理智的，他们清楚的知道，有些战争不是你不想打就不会发生。最高指挥中心林凡看着手机里的网友评论，本来以为这场交流其实没什么必要举行，但现在看来很有必要。现在很多人还心存侥幸，不愿面对接下来注定要发生的事情。既然这样，就让这次交流彻底断绝了他们心中的侥幸，让他们知道神明对我们的态度，让他们知道接下来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，让他们知道接下来大夏只有背水一战。东西都搬过来了吗？搬过来了。真没想到国座竟然能答应你，这一下子国家博物馆直接空了一半。国座看得比我们都清，那女帝说的没错，与其回味过去，不如放眼现在。这些东西放在博物馆固然是值得回味的文物，但它们本来就是为了战斗而生的武器，战场上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优势。林凡一把打开箱子，里面赫然是锈迹满满的各种文物，全部都是武器。林凡能清楚地感受到，这些东西上有先人的战役，有先贤的魂魄，有大夏的国运。这是大夏神器，让弑神军全体全部过来。OK。不多时，泱泱100多人挤满了最高指挥中心会议室，为首的是林凡亲手组建的弑神军第1小队，但随后的却都是生面孔。看到这场面，林凡反倒是微微一愣，怎么这么多？之前你不是说让我们搜寻大夏的所有异能者吗？我们就干了。可我走的时候，只有那个被救回来的5品火系异能者雀红啊。瞧你说的，你也知道你是你走的时候啊。现在都过去多久了？我大夏泱泱14亿人，这异能者出现的概率再低，也得有几百个吧。现在弑神军按6人一组分队，都排到25队了。金老说到这里，手机又响了。金老接起手机，简单说了几句。你看，说话的功夫又找来了2个。不说了，我去安排一下。林凡看着这一屋子异能者，嘴角带笑。这可真是天佑大夏。队长，你找我们来干什么？林凡要干什么？他们已经隐约能猜出来了。毕竟昨天直播的时候，那千古女帝可是亲口说，如有机会将其他国际与我沟通，我将唤醒他们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就说嘛，早就该换一下装备了。善哉呀！若是小僧没看错，那可是我佛门的玄奘大师当年东游用的9环锡杖和锦兰袈裟。3清至宝，灵宝天尊的诛仙剑。所有人挑选好自己需要的物品，一定是要自己需要的。林凡话音未落，所有人瞬间嗷嗷叫着冲了上来。到万千一把抓住了自己盯上的诛仙剑，捧着那锈迹斑斑的诛仙剑，放声大笑。这个我的，别抢啊！那你放心，我早拿了。一柄杀气浓郁的刀被林凡挂在腰间。你这是杀神刀？国座把这东西都给你搬来了。弑神军成员纷纷选好了自己的装备，此时就跟盗墓回来似的，
星夜如获至宝的捧着一把细小短剑，剑刃弯曲，虽然有泥土覆盖，却依旧可看到寒光涌入，此乃鱼肠。好眼光，这本就是刺客用的利器，专诸刺王僚所用。古代名剑，更是号称永绝之剑，配上走刺客路子的星夜，天衣无缝。而到万千老爷子则一脸宝贝地摸索着一把古剑，诛仙悲悯上时拄着9环锡杖，嘴角带笑。黄书明则如愿以偿地拿到鲁班亲手用过的鲁班锯，儒门莫不知先生则满怀激动地拿着一支满是锈迹的铁笔。都选好了。林凡看着眼前这些一脸兴奋的弑神军成员，选好了，总指挥，快开始吧！等不及了，我感觉这把诛仙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苏醒了。先别测试了，把东西拿过来吧。快点用，我那边还得测试。你嘀咕什么呢？不科学啊！我用仪器测了，可还是无法研究出这凤披为什么经历千年还能保持得这么好，就像是刚做出来一样。呵呵，永远不要小看古人的智慧。泱泱5000年，大夏孕育出的东西，总有一些以现在的科学还无法解释。就比如那些守护大夏的灵魂。说完，林凡拿着那凤披，请大唐女帝赐福大夏。请大唐女帝赐福大夏。凤披上火光闪过，有凤凰轻语，一声凤鸣有点宛若洞穿云霄。而在这凤鸣声中，那些沉睡千年的古老灵魂渐渐苏醒，视若千年的骨气在这一刻重醒。现在尔等皆为大夏而生，从前尔等皆为此地而战，如今尔等要继续为大夏而战。大家需要你们。声音中带着一丝不内自豪。请列位继续为大夏而战。请列位继续为大夏而战。下午2点50，会议室中，众人脸上都写满了紧张。希望一切顺利啊！白战，你也知道，别看我一向是强硬的主战派，其实要论谁最不想开战，整个大夏里也就是我。哎，谁又想开战呢？要是没有这档子事儿，我儿子现在正在上大学，结果现在去了什么弑神军，还不准我出声让那位总指挥照顾一下。所有人都知道，等到神明降临，那将是最危险的队伍。实在不行，我跟林凡说说，把你孩子调出去。你别搞事啊！真要这么做了，那小子回头敢拿枪找我算账。哎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也挺好，老子也生了个有种的儿子。话说林凡呢？陈岩不是去叫他了吗？怎么还没来？按理说应该已经过来了。与此同时，林凡一脸懵逼，不敢置信地看着安检人员。拦我！是的，林先生，您身上有违禁品。违禁品？我身上除了这个手机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啊！我哪有什么违禁品？那个，这在规定里属于违禁品。这不是违禁品，这是武器。林先生，武器就是违禁品，请您不要玩这种文字游戏，请您将它交出来，我们会为您妥善保存。当发布会结束，我会亲自将它送回您的手上，所以还请您配合一下。你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，这是弑神军的武器，任何人都不能命令弑神军放下武器。那个，您其实可以相信我们的安保工作里面是绝对的安全。如果实在不相信，您可以偷偷藏点东西在兜里，比如手枪，只要别这么明显就行。你换个东西藏好了，我也配合着装作不知道。你进发布会，外人也看不出来，这对大家都好。只求你别挂着把大刀进去，行吗？弑神军，刀不离身。眼看两人在那儿僵持不下，待林凡过来的陈老无奈地走上前去。他是国祚点名的，你看这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必须马上进去，体谅一下，体谅一下。陈老，不是我故意刁难，实在是那场合，连那些军区大总管都衣装整齐、文质彬彬地坐在那里，他扛个刀进去，这画面直播到国内国外，别人怎么看我们大夏？此话一出，陈老也无言以对。其实也没必要一直拿着，不如你就先放在这里。那我问你，如果忽然出现鬼秘，或者神明提前降临在这里，我这个是神军成员，是不是还得先找到？林凡，你怎么还没进去？见过国祚。国祚，您来了。看来是有什么事儿啊。报告国祚，他不让我进去。我操！国祚，这是违禁品啊！他要是藏个别的东西，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可问题是，他这明晃晃的挂在身上，生怕别人看不到，那里面可是最高大会堂啊！报告国祚，弑神军，刀不离身。国祚，林凡的确有些不对，不过林凡也是为了大夏好。万一这里突然出现一些现代武器无法对付得了的，比如之前的那个江辰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从现在开始，弑神军所有成员剑履上殿，暂拜不明。